很快，那炭火就将鸡的肉皮烤出香气，飘出了厨房。这丫头生在这穷乡僻壤，都能长得这么胖，绝对是个会做饭的。看，果不其然嘛，真是香啊！等红衣接过烤鸡，大快朵颐，把整只鸡都吃下了肚子，他才满足的长叹：哎，人生得意尽此时啊！师傅，你吃饱了，什么时候教武功啊？哎，不着急，我先传你基础口诀。这心法口诀虽有不少差异，但练法是差不多的。什么心如止水，沉丹凝气，虽然字数不多，但着实把楚清歌给听得一愣一愣。你相公一看就是个聪明人，让他给你解释吧。说完，人就擦了擦满嘴的油，闪没影了。好功夫！确实，先收拾吧，等晚上我再教你。哦，这是我外公教给我用来治疗失眠的，我过去每天晚上睡前都会练习，习惯了，又想着这副身体过于虚弱，就又练了起来。没有想到在练的过程之中练出了点东西，本来是想等真练出点什么来再教你，但现在你既然已经有了师傅了，你就学他的吧。还真别说啊，还有点小激动，没想到自己这个过去连陆氏集团的招聘邮箱都没资格投的人，有一天不仅能和陆总合作，偶尔遇到了事还能得到陆总的解释。哎呀，只能说世事无常。哥哥，娘亲去找爹爹玩，为什么不带我们呀？娘亲和爹爹应该是有事，不是我。哦，爹爹要准备考试，每晚都要学习，我们不能打扰他。春和听话，春和很乖，春和不打扰爹爹。睡吧。明明只比妹妹先出生一会儿，但小景明就像一个真正的大孩子一般照顾着自己的妹妹。第二日，楚清歌没有出摊。刘奶奶，陈四爷爷在吗？你是？我是楚家的亲哥。楚家的亲哥？哎呦，楚亲哥，这怎么可能啊？虽然我老花眼，但楚清歌可是3家村出了名的胖子。眼前这个小妇人看上去是有些胖，但也只是微胖，和楚清歌的一人顶2、3人完全搭不上边儿啊。楚清歌，婶子好，刘奶奶，我想买几亩荒地，不知道陈四爷爷在吗？买地？谁要买地呀？我，楚家的亲哥。楚家的亲哥，进来说吧。哎，陈四爷爷，我想把我现在住的那屋子附近的荒地给盘下来，您看需要多少？这嫁了人生了娃就是不一样了。你那房子周围的地并不是荒地，而是张二夫妇的自留地。之所以看上去像荒地，不过是因为他们离开后无人买他们的房子和地，久而久之的那地才荒了。那这地难不成不能按荒地买？对，你也别觉得是我老人家蒙骗你，你继母当初说预算有限，只给你买了房子和房子所在的地，房子周围的地都没有要，这地自然也就不在公家手里，还在张二他们那儿。那这些地原本有多少？卖多少钱？原本有5亩，按汉地算的话，5两1亩。要价5两，非常合理。可他没这么多钱啊！那我先买1亩。行，那你喊你男人来吧。啊？为什么要他来啊？难不成你要迁弃？好吧，我忘了，这时代是男权社会，即便房子地契都是我的，男方入赘了，可一旦买田落良民户，户主只能是男人。行，我知道了，那我待会儿就让他过来，只是赚钱大业得尽快铺开，不然买了地后，我手里连买良种的钱都没有了，那真的是太尴尬了。陈四叔，你现在得空吗？我六伯请你去他家一趟。你六伯请我去干什么？分家，说是已经商量好了，我们楚家的老族长都已经过去。楚老六家的大孙女儿，你也要分家？待会儿啊，估计办不成你的事儿了。你让你男人明天再来吧。果然闹分家，又姓楚，3家村那么小，也没别人了吧？哎呀，凭什么我们二房就一点田都分不到？家里的欠债全都是因为大房欠的，凭什么要我们二房负责呀？
牛春燕，你还要我说多少遍呢？家里的田在当初借钱时是写进了欠条里的，不是老宅不给二房分，是根本就分不了啊！什么写进欠条？你就是偏心眼，不想给我们田，只因为我们不愿意给大房当牛做马了，就找出这种理由逼我们做流民。娘，你还有心吗？孩子他爹要成了流民，怀山和怀水还怎么参加院试啊？单亲大房生的怀芳和怀文才是你们的亲孙子，怀山和怀水那都是假的吗？是啊，这严大娘也太狠心了些，怎么能不分给二房呢？他二伯，你现在是楚家族长，你来看吧。哦，怎么这么多？不知田地作为还不上款的最终抵押物，你们连这房子都给押上去了。有什么办法呢？怪自己不争气，生了个不中用的。哎呀，我是没考上举人，可我考上秀才嘞，每个月不仅有2两银子的朝廷补贴，我们家的田税徭役也因我才免了的，怎么就不中用了呢？他二叔啊，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家里啥也没有，就一堆债务，房子地都写在借据里了，到时候还不上钱呢，是要抵押给钱庄的，所以分不了。你就简单的把我家老二在族谱里标一下，把他们分出去单过吧。你婆婆已经把钱庄的借据给我看了，她说的的确不假，家里的田地和房产是没办法分的，你们二房想要分出去单过，就只能从族谱上做区分。啥意思？感情不仅田没有，连重新给我们起房子的地都没有？哼，就算借据是真的，那也是大房的问题，跟我们二房何干？田和地没有，那就给钱。你自己说吧。娘，还是我来说吧。春燕呐，这事其实怪我。自打我生了新兰和怀文后，身体就越发不中用。你大哥虽每个月都有朝廷补贴，但杯水车薪，我每个月都要吃药。家里有4个孩子，要张嘴吃饭。亲哥还未出嫁时，你也知道，他一个人。哎，等一下，不是在说你的问题吗？怎么一下子回到我身上了？楚清哥，他怎么来了？好像是跟着李正一起来的，他竟真的瘦了。是啊，我还以为我家虎妞是在胡说呢。可是二娘，你该不会是想说大房每个月拿不出还债的钱，都是因为我的原因吧？因为我能吃，所以我不仅吃光了我娘给我留的嫁妆，我还吃了我爹的秀才补贴，这才导致楚家还不上欠债的。什么证据啊？证明我导致大房还不上债的证据啊！凡事都要讲证据。二娘，你既说我不仅花光了我娘给我的嫁妆，我还吃穷了家里，那你总有个账本来做证据吧？不然你怎么知道都是我花的？我爹喜欢舞文弄墨，每月要消耗不少的笔墨纸砚，怀文要读书，自然也要消耗这些东西。而我的好妹妹新兰，既然能作诗得到才女之名，她也定没少用笔墨习文，加上她还极善刺绣，供他练习，参加县里绣娘比试用的丝线和上好的绢布，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哼，都说我吃得多，可我除了吃，我还花了什么？我穿的衣裳是我娘给留下的旧衣，我之所以胖，是因为我吃多了廉价的甜食，而不是肥肉。柳氏，亲哥，我知道你自小就不喜欢我，不仅从小就不听我的话，还把我当下人使唤来使唤去的。我不怪你，但你怎么能这样冤枉我，还冤枉你爹呢？你个孽障啊！从小到大你就忤逆不孝，看在你娘的面上，为父才多次容忍于你。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为了迫害你二娘，说出这样恶意栽赃的话啊！我恶意栽赃他，到底是谁栽赃谁啊？我承认，我过去不是什么好姑娘，可我也没有为祸乡邻吧？为什么我名声就会这么差呢？别跟我说我和我相国在县城发生的事，在那之前我就有个好吃懒做又恶毒骄纵的名声，对吧？可在柳氏来之前呢，我有这样的名声吗？我亲娘原是什么样，大家都见过。我在4岁前都是他亲自教导的，我名声如何，大家都清楚。就算我后来叛逆，不服柳氏管教，我一个未嫁姑娘，怎么会传出那么多难听的话？真是你们亲眼所见，还是我那好二娘的多方暗示呢？是啊，楚清哥的名声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么难听的？
一个未嫁女子又不怎么出门，却传出了各种不利于她出嫁的名声，这确实有些不对劲儿哈。可不是啊，虽说这乡里乡亲的，谁家丫头什么样谁都知道，可谁家丫头有点问题，这当娘的都是往死里瞒的。对呀，就说张麻子家的那个小丫头，都知道她长了麻子，可直到她出嫁呀，我才知道那麻子有多多。果然楚清歌也大变了，不仅不再蠢了，想通这些，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言辞犀利地说出来。难不成陆同生被顶替了？作为他的妻子，需要配合他，所以楚清歌也被人替了。一时间居然没找到什么反驳的话。姓楚的小贱蹄子，你还有没有良心？我侄女对你如何，那可是苍天可见，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哼，你自己什么样你自己知道，不要脸爬男人床的能是什么好货？我告诉你，你过去的恶心事儿都是我对外说的，跟我侄女无关。显然柳氏的婶娘是打算把楚清歌未嫁前名声不好的锅往自己身上背了。我说了，我和我家相公当年是被人设计陷害的，我和我相公都是被害者，这一点日后自会有功的。你也别用3年前那件事来混淆视听，我现在说的可是那之前的事。我敢对天发誓，我过去之所以长胖，是因为吃甜食，而非大鱼大肉。如果不是，让我不得好死。柳氏，我敢这样发誓，你敢吗？举头3尺有神明。楚清歌敢发誓，是因为他说的的确是实话，而自己不敢，因为他的确是故意用那些甜食将楚清歌养成了一个200多斤的大胖子。你是谁？什么？众人都愣了一下。相公，清歌出事了，清歌肯定出事了。这个人绝对不是清歌。还有陆同生，相公，你是没看到啊？陆同生他现在完全是另一个人。我先前就觉着不对劲，一个人就算吃好喝好，样貌有了改变，性情却是很难变的呀。可现在思明，他不仅样貌变了，性子变了，就连清歌也跟着一起变了。现在的楚清歌不仅不厌恶她的病秧子丈夫和2个孩子了，她还会做生意，赚那么多钱。可要知道，不久前她连火都不会烧的呀。一个人就算梦到阎王，要重新做人，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有了能耐，获得那么多的技能，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二娘，你不敢发誓，就直说不敢好了，居然说出这样可笑的话，转移大家视线。你说我不是楚清歌，那我是谁呢？谁知道你是谁？你还我女儿清歌！我看你是想我还你一个蠢货妓女吧。我过去傻，看不清好人和坏人，但这不代表我会一直蠢下去。二娘，别转移话题，你先发誓啊！发什么誓啊？你根本就不是我女儿清歌，你发再多的誓都用不到你身上。那也不影响你发誓啊。柳氏啊，你发誓啊？发誓没有给楚清歌吃过甜食，都给他吃的大鱼大肉啊。是啊，柳氏，你倒是先发呀。发什么发呀？三娘啊，你还要纵容这孽女到什么地步啊？别忘了你是长辈，她是晚辈，她如此无礼的对你说话，就该直接赶出家门。你几次为她说情，还找你婶娘借钱给她凑嫁妆，她放在心上了吗？她现在居然让你发毒誓，毒誓是能够随便发的吗？尤其是那誓言还有漏词，这孽女什么好吃的都吃，爱吃甜食的时候闹着你给她买，你不是买了许多吗？你要是真顺着他发誓，被老天爷误会了怎么办呢？妈呀，楚长志这个渣爹，戏剧天赋还挺强，被老天爷误会了怎么办？亏你说得出来啊！当老天爷是傻的吗？还误会？这世间若真有天道，会被你这个二缺忽呀？现在不是在处理分家的事情吗？你这个孽女都已经是嫁出去了，你还在这里说什么呀？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嘿，果然恶心的男人，在道理上说不过女人的时候，就会果断地抬出男权。没错，今天不是处理楚六伯家分家的事吗？一个已经嫁出去的他姓媳妇儿来搅和什么？是我想掺和的吗？还不是因为我的好二娘想把大房没钱的事赖在我身上，我才出来澄清事实嘛。什么赖在你身上？你自己过去花了多少，你自己不知道吗？楚长志怒骂，一脸的痛心疾首。行了，
家里的情况就是现在这么个情况。你和你媳妇实在有分，我和你娘会想办法给你们凑点钱，让自己去买点田。至于屋子，你们就暂时先住在家里，后面再想办法。老三，你要想分出去，也是和老二同样的待遇。哎，爹，你和娘去哪儿凑钱呢？家里现在每个月的还款都很困难。这相公啊，我记得当初春燕娘家遇到急事，找家里借了10两多银子，现在春燕他们分家需要买田，把这笔钱要回来，不就可以给他们买田了？刘氏，你什么意思？火山，我就知道你是个心思恶毒的。当初袁家说大嫂是被你害死的，我还不信。哼，现在看来准是这么一回事。不然袁家哪来的底气把大嫂的东西都给搬了回去？你懂什么？无耻袁家以我妻子的遗体做要挟，说我不给他们搬东西就要抢走我妻子的遗体，我怎么忍心我妻子走得不安生？何况袁家有钱，我若告他，连累家人怎么办呢？家里还有个刚出生的孩子，我自然是要为家人考虑啊。淮山他大伯当年具体是什么情况，你们自己清楚。你刚也说了，嫁出去的女儿没资格管家里的事。伙计嫁进了楚家，那就是楚家的人了。我娘家人欠了咱们楚家的钱，那是我娘家和楚家的事。我和我男人现在是要从楚家分出去，这是咱们楚家现在自己家的问题。要是大嫂能耐，能从我娘家要到钱，那自然好。行了，老二老三，从今天起你们就分出去。爹啊，不是老二闹分家吗？你怎么把老三也给扯进去了？不会都要给他们买田吧？爹，我没想分出去。我不管你想不想，反正分出去一个是分，分出去2个也是分，这家早晚要分，正好趁今天分清楚。可是爹娘尚在，就分家。楚长平显然没有分家的想法。爹，儿子不分。楚长福在这么多人面前说会给他们凑钱买田，楚长福居然还不说分。要不是人实在多，他都要忍不住上前去扭自己男人的胳膊了。不分做什么？家和才能万事兴，这家都不和了，还不如分了的好。哎呀，爹呀，老二媳妇没娶对，把老二的心也弄坏了，这是儿子的错。儿子当初就不该让怀芳他娘给家里30两，把这牛氏娶进门呢。天哪，30两，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搁在10年前是能买3、4亩上好水田的。这牛氏人长得不咋样，做活也不如何，家里更是穷得不行，咋就值这么多钱啊？明明就是大房家花钱买回来的，也没少沾大房的光，现在却嫌弃大房家欠了债要分出单过。分就分吧，还要俩老人想办法给他们借钱买地，这不孝子孙哟！可不是啊，真不要脸！身为媳妇儿，不知道孝敬公婆，还要这么折腾。所以媳妇儿要娶对呀。比起实在的好处，名声差又如何？他本来就没啥好名声，他一点也不介意。既然老二一家如此不讲情义，想要和家里扯清关系，就把当年娶牛氏的30两银子以及2个孩子这些年在村学的树幼都交上来吧。什么？还钱？凭什么？这些年我们二房为了你的欠债当牛做马。值30两银子和10年树幼吗？值我秀才功名，给你男人免的徭役和田税吗？严氏却是再度闭上了眼睛。他昨夜苦口婆心地劝了牛氏1晚上，可不就是因为这些事儿吗？牛氏心心念念的要分家，脱离家里的债务，可他从来没想过，这世间很多东西都是等价交换，只要好处不付代价，怎么可能？大房是让家里欠了债没错，但也让家里获得了不少好处。二房作为得利者，压根儿别想甩开债务，除非他们把过去吃下的好处都吐出来。我就算还钱，我也不还你。30两聘礼是大嫂给的，她的钱不是都说留给楚清哥吗？那我欠的人是楚清哥。哎呀妈，没想到啊，我看个狗咬狗，那个示弱的狗就把我给扯进去了。可惜我不想掺和。二婶，这倒不用，毕竟那时我娘还健在，也没说要把她的钱都给我，那这钱自然算我爹的。好你个楚清哥，送上门的30两欠债，你居然不要！可他也不想想，以他的品性，这欠款绝对还不上。楚清哥要来干嘛？反正牛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楚清哥自然不会帮他。爹娘，
就在现场陷入僵持时，跪在地上楚长福又发话了：我想和离。什么？大哥说的没错，今日家里的不安宁都是儿子媳妇没娶对。但牛氏既然觉得在我楚家当了牛马，那儿子也不留他，让他重获自由身，从此嫁娶不相干吧。楚长福的话让牛氏如遭雷击。二弟，你这决定很好，娶妻当娶贤。一个在父母尚在时就怂恿自家男人分家的女人，让她继续教养淮山和淮水，这不是误人子弟吗？牛氏，你愿意和离吗？要是和楚长福和离了，他2个孩子怎么办？他都快40了，和离后能嫁给谁？又去哪里找一个像楚长福这样人长得不错身体也好的男人？显然他现在恨极了大房2口子。长福，你和牛氏多年夫妻，没必要因为这些事就断了夫妻的缘分。牛氏自古以来都是长子继承家业，赡养父母，你和老二分出去当过，按规矩是不能分得一点东西的。你说你公爹公娘偏心长房，但其实他们对你们才是真的偏心，居然还想凑钱给你们买地。我以楚家族长的身份在这里问你，你现在是要和楚长福和离吗？没有说话。行，不说话，那我就默认你不想和离。那我再问你，你想要继续闹分家吗？要是继续闹，就意味着不仅可能分不到田，还要还大房30两当初的聘礼，以及2个孩子的束用。他再一次沉默，于是这件事很快就尘埃落定了。楚家的2房和3房继续在家干活，但老族长却多做了个要求。老六媳妇儿啊，你长孙女说的没错，凡事都要讲证据，谁给了多少都得有个记录，不然你一张嘴，谁信你没偏心呢？我又不识字儿，会写什么账本，只能每月大致清楚家里的进出。奶奶，我可以帮你。相公他教我识字了，说是我做生意一定要学会记账，所以我现在记账记得可好了。奶奶，你要是不介意，我可以教你记账。你瞎掺和什么？你这个孽女，你已经嫁……你嚷嚷什么？就算亲哥嫁出去了，那也是你的亲闺女。亲哥，你来。严氏现在明显很喜欢楚亲哥，或者说过去严氏就很疼爱袁氏的女儿楚氏。你既然学会了记账，那你以后就教教我。果然隔代亲处处在，只是楚长哥过去好像挺不待见他爷奶的。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那我们就回去了。他隐隐感觉有一双眼睛始终追随着自己，果然是柳氏。柳氏先前说楚亲哥被人顶替了的话，因楚长志的打断和楚家分家的事被很多人忽略，但楚亲哥知道柳氏已经在众人心中埋下了引子，他后面肯定会想办法证明这一点。楚亲哥回去后将今日楚家发生的事情说了，也提到了自己和柳氏的对峙。我们要小心一点，柳氏对楚氏和陆同生可能比我们还要熟，万一被他找到什么破绽，这个时代又没基因检测。本以为他会安分一段时间的，没有想到摩擦刚起，他就耐不住了。果不其然，村里很快就起了谣言，说现在的楚亲哥和陆同生不是原本的楚亲哥和陆同生，他们被人给替了。至于目的，本来柳氏让人传的是为了陆家的财产，可没想到这个时候，周成居然传来了一张通缉令。通缉令上说，周成往陈阳县这边逃来了2个逃犯，一男一女，在周成搞仙人跳，害了不少人。不少人都在说，楚亲哥和陆同生没准儿就是被这对狗男女逃犯给替了，女的扮成了男的，男的扮成了女的。至于他们怎么做到的，这2人都能搞仙人跳害人，还能从州城逃到陈阳县，这没点骗人的手段也做不到啊。连楚亲哥自己都好几次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胸，确认自己穿的是女儿身而不是男人。张大娘，这些你都是从哪儿听来的？村里呀。我在他家干了10多天的活，我还不清楚。他们2口子，早上一个跑步，一个打拳，吃的又好，变好看不是很正常？他们那2个孩子喝了奶，吃了肉，也变好看了。你怎么不说2个孩子也被人替了？谁说是我怀疑了？我这不是听村里的人说的多，心里有些担心才跟你提的吗？还真有人冲着通缉令的赏钱去举报了。你们这是……你就是楚氏。
哎，你干什么？抓你！头儿，这怎么了？头儿，里面那个不太像是奸诈恶徒啊，怎么也和通缉令上的骗子扯不上了。是与不是，拉去衙门，自然分晓。反正住在这种地方的都是下贱村民，就算抓错了也没关系。你也知道，现在上面要我们在3天之内抓到人，现在已经过去3天了，要是再抓不到，他们就麻烦了。万一是，那就皆大欢喜；万一不是，也没关系。最后完全可以从这些被抓的倒霉人里选一对最没有威胁的交上去。别怕，带数雪追风去找张大娘，让张大娘送你们去你们外曾祖母家。爹爹，娘亲，走开！这2人不是你的爹娘，他们就是我们的爹爹和娘亲。楚清哥担心这些捕快会伤着孩子和狼崽，景明听话。娘亲，他当即意识到自己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和这些捕快争辩，而是保护好自己和妹妹以及2只狼崽。果然，我就知道你们不是我的女儿女婿。说，你们把我家亲哥和4名弄到哪儿去了？柳氏，不会是你报的官吧？五爷，你可千万别信这女人的话。闭嘴！显然，柳氏并不是举报人，而捕快们也并不想在这个地方给楚清哥伸冤的机会。你们2个贱人，把我家亲哥弄哪儿去了？啊，柳氏，你干什么？你想趁火打劫？什么趁火打劫？我们是要去你家找证据，看你把我侄女儿的女儿和女婿藏哪儿去了。五爷，你们既怀疑我和我相公是恶人，那这家你们难道不封起来吗？万一有什么证据被人拿了呢？去贴封条。五爷，等等，我侄女……快滚出来，否则把你们当同党抓起来，鬼鬼祟祟，想做什么？这该死的贱人，居然利用捕快封门！哼，封就封，封了也好，免得这里的东西都被严氏拿去。五爷，民妇没有做什么，民妇只想看看这2个恶人有没有抢走民妇女儿和女婿的东西啊。张大娘，景明和春和就麻烦您了。哎，不麻烦，只是你们……没事，这事应该是误会。我是陆员外的长子，到了衙门自然会有人给我作证。你说什么？你是陆员外的长子？那个废物陆同生，走！没准这陆家公子是真的被人给害了。我要是帮陆家抓了人，陆家反而会感激我。就算不是，陆同生这人非常好说话，到时候道个歉就行了。一个被陆家赶出去的庶出子，还能如何？那2个人根本就不是你的孙女儿孙女婿，他们是假的，是奸人害了你孙女儿他们假扮的。什么假的？我看你才是假的。长治，娘最后问你一句，你去不去县城？娘啊，就算我去了县城又能如何？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县城有过节呀。行，娘明白了。既然你不想管亲哥，那你就写一封文书，断绝和亲哥的父女关系吧。写文书？为什么？哎呀，现在又不是楚清哥惹了什么事儿，会牵连到我，只是一个顶替楚清哥的恶人被抓了而已。娘啊，你是不是糊涂了？清哥再混账，那也是我的女儿啊，我怎么能和她断绝关系呢？我要是写了，清哥死后所有的东西，我可就没理由收回去了。非要我把话说得明白吗？清哥不久前做了小生意，赚了一些钱，加上村西的房子，多多少少也算是财产。你现在背着债，要是不和清哥断绝关系，将来的债如果还不上，这些东西都会被钱庄拿走的。可清哥还有2个孩子呢。娘啊，家里的债不是一直都还在吗？等怀文考上了秀才，家里又会多出一笔进账，不会饿着2个孩子的。这还没开审呢，我怎么感觉我们就已经成犯人了呢？不坐囚车，你难不成还真的想坐马车？可这个万恶的封建社会，真是一点人权都没有。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陆家真的会有人来救他们吗？或许会，或许不会。啊？什么意思啊？你是想用这件事试探陆家吗？先看情况。你不是洁癖吗？怎么还愿意帮我驱赶蟑螂和老鼠？我只是喜欢干净，我也不是为你驱赶。姨娘啊，怎么办呢？大少爷被衙门的人抓了。你怎么知道是大少爷？你不久前还说他们变化很大，这2人原来都是假的，他们害了我儿，还想伪装成我儿的身份，让陆家出面去救他们。可事情不是这样的，姨娘，
您是知道的，老奴一直有派人盯着少爷他们。哼，嬷嬷，你有所不知，那两个贱人很是狡猾，据说是从州城的封锁里逃出来，而州城的封锁你也知道，一般都是用来抓十分可怕的要犯和大盗的，这足以说明他们很有本事。可如果他们很有本事，又怎么会被几个捕快一围就给抓进大牢了呢？嬷嬷，这件事不是我们内宅人能管的，衙门既派了人来找老爷，那自然是老爷拿主意，我总不能告诉老爷这3年来我一直派你盯着明儿吧？这少爷确实变化很大，要是老爷看了也觉得大少爷是被人替代了。陈嬷嬷，你这样说难不成是觉得老爷蠢笨吗？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陆宅厅堂，老爷，衙门那边现在希望咱们陆家派去个人帮忙分辨。让陈嬷嬷去吧。是老爷，这是大少爷的奶娘，从小照顾大少爷。麻烦陈管家了，陆家的管家还称呼他为大少爷。看来赵六他们之前从十里镇换班回来时说的没错，这陆家对陆同生确实还没彻底断绝。可是头儿，我们抓的人就他们最可疑，虽是拿人顶事儿，但也不能随便乱抓。大部分老百姓哪怕是流民也是有来历的，咱们得抓得有理有据才能服众啊。我知道，先让陆同生的奶娘去辨认，万一是那最好不过，万一不是那自然得放了。老李，嬷嬷，大少爷，你受苦了。嬷嬷，是父亲让你来的吗？是啊，少爷，老爷其实还是惦记着你的，姨娘也是。少爷，老奴觉得这些年老爷的气应该也消了。少爷，你听老奴的劝，这次之后你还是主动给老爷认个错吧。原来真的是陆家大少爷，没想到3年未见，陆大少爷变化如此之大，也难怪我们会抓错人。他亲自将陆思明和楚清歌送出了牢房。赵捕头，我听牢头说州城那边要人要得紧，你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对吗？没错，不瞒陆大少你，今天其实是上面给的最后期限。陆大少，既然你也知道我们抓人的时间不多，我也不和你多说了。如果赵捕头信得过在下，可否让在下看一下那2个嫌犯的案宗？啊，老李，把案宗拿来。赵捕头，你们去迎香楼和四海赌坊找过吗？啊，这些最有嫌疑的地方我们都已经搜过了，24名捕快，46名快手，以及各村镇的民兵都出动了，但始终没有找到2名犯人。上面给的时间太紧了，州城封城都没抓到的2个犯人，如此狡猾，3天时间怎么够啊？小李，上头也是没办法，为了抓住这2个犯人，陈阳县已经封了3天了，封城影响性太大了，所以上头才限制了3天时间。如果你们不介意，可以去祥云客栈找一下，或许会有所获。当然了，不要找一男一女。啊？什么意思？不要找一男一女？找2个男人。陆思明淡道，其中一个左手有伤，貌若女子；另一个瘸腿，长相忠厚。啊？赵捕头等人都愣住了，直到陆思明说了一大堆罪犯特征后，赵捕头才反应过来。赵捕头，派人去试一试吧，反正还有半天的时间呢，不是吗？赵捕头鬼使神差般的让人去了，结果不出半个时辰，下面人就抓来了2个完全符合陆思明描述的人。赵捕头，你可以交差了。啥？可以交差了？陆大少爷，你是在开玩笑吗？通缉令上明明白白的写着是一男一女啊！都是骗子了，男扮女装骗人，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陆大少爷，你怎么确认嫌犯是他们？没错呀，你们怎么乱抓人啊？我可是男人，我的包袱里还有我的身份录野。你们这些恶吏为了交差强行捉拿良民，我要告你们。陆大少爷，你确定吗？要是错了，这问题很大啊。是与不是，赵捕头将他们交去了州城，不就知道了？陆大少爷，您还是别开玩笑了，县令大人是不会让我们把这2个人稀里糊涂的送去州城的。赵捕头可以再看一下案宗。3月初7，贼以司机身份让同伴在飘香院拉客；3月初9，
两人又以客居走商身份害了屋主丈夫。前面的司机拉客，典型的仙人跳模式，后面的谋害屋主丈夫案子里就有点问题了。要知道，一般同一个人犯罪，行为都是相似的，就算是没有，也是有一定的逻辑。但是这个屋主的丈夫被人杀死了，虽然屋主李氏的供词是她的丈夫被仙人跳了，被杀害只是因为不愿意给钱，可两个人犯的案子里几乎没有杀人的情况，这说明两个人一直以来都只是求财，并不想沾人命，并且李氏丈夫是入赘，本身就在家里没有什么地位，两个仙人跳惯犯是绝不可能选这种目标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被仙人跳的人是李氏，上面写得很清楚，被害人家属李氏，家中经营2米，钱帛丰厚，因是独女，被害人入赘，两人感情不和，常传合离之说。赵捕头顿时悟了，一个真正当家做主的女人，如果与人私通，那肯定是不会选长得不怎么样的男人。不过有一点在下不明白，两个搞仙人跳的贼人，就算谋了财害了命，在州官眼里也只是普通匪徒，州城居然动用了封城这种手段进行抓捕，这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这件事儿，县令大人倒是给我说过，据说是因为他们骗了贵人。原来如此，难怪暗宗要不断强调抓的是一名女子啊！你是说贵人之所以那么震怒，这暗宗里明明画出了对方的长相，却不停地强调对方是一个女子。赵捕头，我想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陆大少爷多谢你的人情，我赵某人记住了。当然，如果陆大少爷推测的没错，我们在把人交上去的时候，需要让这个男的穿上女子的衣裳，提供的证词也要变一下。你是说这些都是陆同生帮的忙？刘县令愣住了，你没开玩笑？没有，大人，这个案子的的确确是陆家大少爷帮忙破的。这怎么可能啊？陆同生要是有这个脑子，怎么会成为陈阳书院的耻辱呢？这小的也不知道，或许是他身体养好了，脑子也跟着好用了。算了，既然这件事情是陆同生提供的线索，那你记得把悬赏令上面的奖金发给他。大少爷，你为什么要帮那个赵捕头？这件事你就不该牵扯进去的，只是顺手为之罢了。嬷嬷不用担心，就算是抓错了人，上面怪罪下来，也轮不到我来背时。陆思明，你说如果我们无罪释放了，会不会最终还是交2个无辜者上去啊？而且通缉令上的奖励很丰厚啊。怎么了？少爷，你受苦了，都是你害的。陈嬷嬷，我也是被害者。什么被害者？要不是你……嬷嬷，今日多谢你为我作证。你回去之后，若父亲询问起今日之事，你照实说就可以。少爷，您真的不跟老奴一起回去吗？老爷要是见了现在的你，一定会原谅你的。我不会主动道歉的，没做错。说完，他就转身走了。等到他们回到家，家门口亮着一盏风灯，灯下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领着2个孩子和2只雪白的狼崽，一直守在贴了封条的大门口。青哥，奶奶，你们回来了，你们没事吧？那些捕快有没有为难你们呀？我们没事。奶奶，您等在这里做什么？万一我们要被关很久。我不放心你屋里的东西，万一你们真出了事儿，我得想办法帮你们保住。我本来想着等他们睡着了，就把他们抱去张妹子家，结果他们还没睡着，你们就回来了。既然你们回来了，那我就先回去了。你爷表面不说呀，心里也是着急的。陆思明不放心严氏一个老人，让马车送严氏。哎呦，哪需要什么马车呀？老婆子我2下就走回去了。爹娘在牢里待过，身上脏，待会儿再抱你们啊。来说说吧，你对陆家是什么打算？交好，陆家不仅有钱，在京城也有些关系，不然我们从户外迁来不好立足。也是，有现成的资源不用白不用。那既然有了这个打算，为什么在陈嬷嬷劝你回去的时候你不去呢？你觉得呢？你要的是陆家低头请你回去，而不是你低头换取陆家的庇护。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你打算回陆家，那我这个做妻子的自然不能拖后腿。第二天一大早，楚清哥就起来弄了早饭，跑了步。他把2个孩子交给陆思明，然后带着一大堆东西出了门，却不是卖小吃，而是去拜访严氏。淮水也超出赚钱吗？淮水这孩子聪明，是读书的料，虽然成绩不如怀文，但字写得不错。你爹他们就把这活给接下了，但他们又不想让怀文
浪费读书的时间，所以他们就让怀水模仿怀文的字，替他抄了这些书，给的钱不是全部吧？只是原先家没分，怀水赚的抄书钱，二房都是要上交的。娘可怜怀文辛苦，只收了一半。不过现在牛氏什么都不上交了，这才有了买鸡钱。奶奶伤心了。杨氏愣了愣，没想到这个大侄女真的变了好多。娘没有，毕竟怀文赚的钱并不多，而家里真正的收入其实还是地里的收成。娘心里其实都清楚的，家里现在其实已经算是分了。娘已经跟我说了，后面招娣他爹从镇上回来，赚的钱我都留一半。二房的怀山如果不读书了，要去镇上做工，赚回来的钱也不用交工。当然，就算不说这点，二房现在也不一定会乖乖交工。反正家里现在就只是因为房子和地才勉强僵持着，做出家还没分的样子。等到大房的债还完，估计立马就会分开。那不伤心就好。庆哥，你来找你奶奶有什么事吗？我想让奶奶和我一起做生意，三婶你也一起加入吧。啊，三婶，过段时间呢，我就要忙别的事情，没法去出摊了。但我的小吃生意名声已经打出去了，舍掉未免可惜，我就打算请人帮我卖。三婶，你既然想赚钱，那不如你来帮我好了，我教你如何制作冰粉和凉粉，你每天代替我去远山寺出摊，赚的钱我只要30%。哎呀，不行，庆哥，这本来就是你的生意，你肯请三婶帮个工，就已经帮了三婶的忙了。你彻底把这生意交给我，怎么只要30%啊？我本以为三婶你会害怕做不好，不愿意干呢，没想到你犹豫纠结的是分成问题啊。庆哥，三婶，你放心，我这个人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做冰粉并不难，凉粉就更简单了。我要30%，是因为我已经把冰粉的制作方法送给跟我合作的酒楼了，所以这冰粉生意不再是独家的了。可小吃和酒楼又不一样，你的小吃生意还是赚钱的。那你要是实在过意不去，就帮我另做一个活计吧。这油泼辣子是我水晶粉卖的比别家好的主要原因，而这豆瓣酱是我跟镇上李记杂货铺合作的商品。等奶奶回来了，我教你们，你们帮我做，材料我提供，做好之后我给你们算工钱，按镇上的算。亲哥，牛氏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厨房。亲哥，我知道二婶先前误会你了，和你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是二婶心里其实一直是记着你的。我刚刚路过，听到你要让你三婶帮你做小吃生意，那啥，不是你二婶我说话太直啊，你三婶这个人吧，一点也不擅长和人打交道。你要是让他帮你做生意，他不小心得罪了人，或者是没把钱给算清楚，坏了你的生意，那就不好了。你二婶我就不一样了，我又能说又会做，还会算钱，铁定帮你把生意经营得更红火。我说二婶，你这个时候来道歉，会不会太晚了？我可都知道你背后是怎么说我的。你说我没良心，白眼狼，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还不尊重长辈。那都是我一时气话，你也知道你二婶我这个人嘛，是个嘴上没把门的。我行了，二婶，有好处就侄女，没好处就小贱蹄子。道歉有用的话，还要捕快做什么？小屁吃，你随便道个歉我就原谅你，还给你好处，我也太急了吧。不过眼下有一件事，我倒的确是需要二婶你的帮忙。什么事？二婶，那天你闹分家时，你也听到了，我过去的名声多半是我二娘搞的坏。我希望二婶你帮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其什么道？什么身？哎呀，二婶，你怎么非要把话说那么明白呢？二婶，你这么能说会道，不如帮我洗刷一下呀。啊，我知道了，这不就是让他去传柳氏的坏话吗？这事儿牛氏极度乐意且擅长啊。亲哥，你放心，这事儿啊包在你二婶身上。既然二婶你如此上道，那待会儿奶奶回来后，你也跟着一起学怎么做油泼辣子吧。亲哥，这油泼辣子我能做，你那小吃生意我也能帮你做的。二婶，做人可不能太贪心哦。当然了，你要是实在想做冰粉，也可以参与，我会把冰粉的制法教给你，你和三婶一起做。分成的话，除
除去给我的那部分，你和三婶平分。阿闪，这契书上写的很清楚，你负责做水晶粉，三婶做凉粉，每日最多只做3盆。如果你违约，不仅要赔钱，以后我的别的生意你都不能再参与。亲哥，你放心，二婶我晓得的。你们要跟着亲哥做事儿就做吧，做事儿赚的钱都是你们自己的，但这个家是还没有分的，所以你们各自该干的事儿还是要干。娘，你放心，原先是我想不通，说了气话，以后不会了。不，你以后还会。跟楚清哥学会了油泼辣子的做法后，他不仅感慨，做法不难，关键是选料，还有炒料的手法。果然奶奶是个聪明的，只是生在了农家，还是个女子，在这个时代纵然聪明也只能蹉跎。豆瓣酱的制法要复杂点，但如果多做几次应该不难。3人之中只有牛氏既不心灵也不手巧，只能打个下手。不过好在他力气大，做帮手倒也很合适。等到第2天，他和陆思明一起带着孩子前往了镇上。楚清哥没想到镇上居然有人在找狼，那是一张寻物启事，寻的并不是普通的物品，而是一只血狼。果然那母狼是有主的。楚清哥虽然很舍不得2只狼崽，可他们家的情况，养着2只狼崽着实有些不便。陆总，我去县城一趟，你带着孩子可以吗？一起去。他实在是很不放心这个自带麻烦体质的女人。哦，好，我后面会再尝试着做一种甜的豆酱，当然豆瓣酱也可以分很辣和一般辣的。行，你要是有了新想法，可以先做一点，我试着卖啊，效果要是不错，再做多点。还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说一声，我跟镇上的春晖酒楼合作了，这些东西的制作方法我也告诉他们。酒楼呢，只是偶尔回去吃的，可是没有那么家常。李老板大气，您放心，春晖酒楼就算要卖酱，也是卖给过路客，价格会比较高，不影响咱们的顾客受众。怎么回事？不该这么久啊！难不成陆思明也惹事了？看来麻烦体质的不止他一个呀。他迅速拉着2个孩子奔向陆思明去的书店。陆总，不好意思打扰你了，但咱们是不是得去县城了？当然了，你要是想继续在这儿看书，走吧。 2个孩子还没去过县城呢。又来一个骗钱的。我说这位娘子啊，我奉劝你一句，那血狼的施主没那么好骗。多谢小二哥提醒，你放心，我们是真有线索。行吧。这位娘子，你是来提供线索的吗？不是，我是来带你们找到母狼的。你知道映雪在哪里？映雪，这是那头母狼的名字。对，公子，先问清楚，免得白跑一趟。虽然最后的结果都是那些动物歪脑筋的人被解决了，但这事多了也让人心烦，不是吗？最后给你们提供线索的人说的没错，母狼确实在陈阳县出没过，而且来了他家后山。他怀了狼崽，所以才躲着，很难让人找到。不知公子你们知不知道此事？映雪怀了狼崽，难怪她出来后总是睡觉，我还以为她水土不服。不瞒公子，映雪应该是那母狼的名字吧？她怀了2只狼崽，行动不便，遭遇了其他兽类。什么意思？映雪她不会？她到我家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我看出了，她是想让我救她的孩子，我就把她肚子划开，把2只狼崽救了出来。公子若是不信，可以跟我去我家，那2只狼崽被我救了下来。年轻公子闻言，瞬间情绪有些崩溃了。你可不要骗我。公子跟我走一趟就知道了。如果公子你们不放心，可以去捕快班询问我的情况。我姓楚，我家相公捕快班的赵捕头也是认识的，结果才刚到附近，怎么回事？哎，楚大丫头，你怎么养了2只狼啊？你二婶的婶娘都被咬伤了。数学，春风，这是怎么回事？楚妹子，你可算回来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不知道啊？这还用问吗？你养的畜生把我婶娘咬了。哎呀，是这样的。今日他和陆思明带着孩子出了门，家里空无一人，柳氏就摸了过来，说是要找他们道歉，实则用备用钥匙开了门，进入了楚清哥的屋子，然后2只狼崽就冲了过来。高大哥，多谢你们。走开，我才不要你的假好心，谁知道你弄的药草有没有问题？没看见我给高大哥他们也用了这种草药吗？我告诉你，你这伤口要是再不处理，出了问题你自己负责。
什么自负？是你养的畜生咬了我，你要对我负责。我告诉你，你最好赶紧把我送到镇上最好的医堂，请最好的大夫，买最好的药，还要给我慰问钱。我要是死了，那你死吧。大家可都看见了，是他不要我救他的，万一送到医馆后就没了，那还真是可惜啊。老人家看着挺健朗，原本能多活几年的，奈何贪心。婶娘啊，我送你去医馆。我二娘好生算计，但可惜这狼崽并不是我的。公子，对不住了，家里有点家丑，这2只狼崽您过来亲自看看吧。这是映雪的孩子，跟他们爹一样，头上都有灰毛。映雪是全身雪白的，没有一点杂色，但他的伴侣头上有点灰色。这2只狼崽明显继承一点。映雪呢？请公子跟我来。怪我，映雪，都怪我，我干嘛要带你出来？你说我自己跑路就跑路吧，为什么要舍不得你？公子节哀，这不是你的错，是那些山贼。这位楚娘子啊，虽然这样有些失礼，但我们还是想亲眼查看一下映雪的尸体。可以，但你们得自己挖，我可以提供工具。这是自然。这是我干活时蒙住口鼻放灰尘的。这雪狼已经被埋了一段时间了，你们自己注意。二公子，你打算怎么办？映雪的孩子我们没法带走，我看你们养得很好。这样吧，如果你们不介意，能否帮我暂时继续养着他们？我会给你们支付报酬以及饲养所需要的钱。那公子，你们什么时候能带走他们？你应该也知道，养狼是很危险的。半个月后吧，我会写封信让人来接他们，把他们送到他们原本的家乡。行，这300两是娘子你寻狼并救下2只狼崽的报酬，这另外200两是麻烦你娘子你继续养狼，再养半个月的酬劳。多谢你们远道而来，不如吃个便饭。别的不说，小女子我做饭的手艺还是不错的。陆兄应该是读书人吧？是，不过还没有参加院试，县里对我的童生称呼只是戏称。这样，那陆兄学问应该很不错吧？没参加考试就被人称为童生了，那肯定是成绩很好的人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唉，不像我，我也是考过院试的，但好几次都没考上，后来是家里想办法直接让我进了胎。哦不，进书院我才继续读的。不过我着实不是什么读书的料，我只喜欢和动物们待在一起。那你还挺有爱心的。裴公子仪表堂堂，应是大户人家出身，想来你的爱好不会得到认可。是啊，我爹觉得我养映雪他们是在玩物丧志，可映雪他们对我而言才不是什么玩物。再说了，家里不是还有我大哥吗？我又不是。自己公子再说下去，怕是肺咳出来了都不管用啊。傻子，病秧子，陆员外家的庶出长子，因和一粗鄙村妇搞出有伤风化的事，被逐出了家门，这谣言也太没谱了吧。陆兄，那么厉害的一个人，读书好不好我不确定，但我跟他说各地见闻，他全都知道，明显是个涉猎很广又很有见识的人，怎么就废柴了？我观此人精明体固，神气内敛，哪怕脸色苍白，也绝迹不到病秧子的程度。不行，我得帮陆兄洗刷一下。二公子，你就别多事了，大公子让我陪着你离家，可不是支持你和老爷作对，他只是担心你的安危，才让我跟着你，然后等你吃点苦头就带你回去。结果你非要带上映雪，现在既然已经找到映雪，那咱们就该回去了。夫人都来信催了好几次了。可是我这大半个月都在找映雪，啥也没完啊。裴言搞离家出走，也不完全是跟他父亲作对，他也是想出来玩的。我先写信让我哥来接2只狼崽，他收到信后派人来，怎么也要半个月的时间。而素雪追风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村民们对他们很是忌惮。我们虽然已经拜托了陆兄他们饲养，但陆兄和其夫人双拳难敌群手，万一那些村民趁陆兄他们不在杀了素雪和追风怎么办？所以我们不如留在这里，等到大哥派人来了，我们再离开。这样一来，我不仅可以和陆兄多接触，也可以随时看到2只狼崽，简直完美。而且我们来这边本来是要去找我舅舅的，现在锦州的地界都还没到就要回去，这离家出走的也太失败了。周叔，你知道的，映雪出事我要负责，要不是我，映雪也不会死。而素雪和追风是映雪用命保下的孩子，他们要是出事，
我该怎么跟九泉之下的映雪交代？周雄简直要疯，自家这个二公子除了和大公子长得有点像外，其他方面没一处像的，动不动就红眼，跟个姑娘般。偏偏他这红眼挨欺的又挺有用，总让人忍不住的同情他，想帮他，所以到最后他们还是留下了。陆总，这500两该怎么花呀？你怎么想？我当然是倾向于买地买房啊！当然了，我也想扩大我的豆瓣酱生产产业。面试马上就要到了，若我能考上，会去县城。你是想让我去县城买房吗？那我明天就去县城看看有没有小户型的院子卖。至于我的豆瓣酱和其他酱产业，两只狼崽是你救的，这赏金属于你自己。作为合作者，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想做什么就做。明白了，我们只是合作者，不是真夫妻。我做何事都要问过他，热脸贴冷屁股。他怎么突然就气了？我不是支持他想做的事了吗？我家相公打算重新考科举，我要忙生意，所以家里的活计我有些顾不上。张大娘，你不仅是我们的邻居，人也极好，我就想，如果你不介意，可能来我们家帮工，我愿意付你每月3两。啥？每月3两银子？亲哥，这也太多了。你想请我帮忙可以，但这工钱实在给的有些不合适啊。合适的，因为我们准备把附近的荒地不，陈四爷爷说那是旱地，都买下来，差不多有个5亩吧。虽然我会专门请人开荒种点粮食，但平时的维护还是得人帮忙看一下。那也不止这么多，这是思明的意见。张大娘，你别让我不好跟思明交代。你也知道的，你过去对我们家多有照顾，我们现在生活好些了，自然要回报，不然谁还愿意多做好事啊？亲哥，我知道您过去帮我们不是图什么回报，可您要是不多拿点，虎子他娘那里肯定不会同意。那好，我回去问问他。小说还是有靠谱的地方嘛。莫尔这稀罕的山货就不用说了，很快就被识货的人买走了。这银耳在古代是真的稀缺，尤其是野生银耳，居然有2人竞价，直接让他赚了100两。早知道啊，我就该让我儿子跟着我们一起来呀！楚清哥一个弱女子，加上我一个老头，怀揣这么多的巨款，被人抢了怎么办呀？或许该请一个保镖，谁让我那不靠谱的师傅到现在还没教我练出武功呢？你是帮人问呢？我自己买，还请帮我找个不错的房子，不一定要靠近书院，但最好治安不错，环境也不错。娘子是为了家里的郎君买读书暂居的屋子吗？那娘子你完全用不着买房啊，买房不划算。咱们陈阳书院这名声在外，除了本地学子，附近的几个县的学子都会来这里的。家庭条件好的，为了方便学子读书，都会在这附近租一个屋子。这样的屋子呢，叫做学屋。这些学屋啊，都在陈阳书院的附近，不仅环境安静，周围住的也多是读书人家。可单独的屋子应该没有自己的房子好吧？这个嘛就要看价钱了。价钱好一点的屋子不仅与外界隔绝，还带独立的小院。价格差一点的呢，只有大通铺。不过住学屋的嘛，一般都是读书人，大家又基本上都是陈阳书院的。即便是大通铺，那也比那些劳工们住的流民巷要好啊。但我想买房，不瞒小哥你，我自己是做生意的，可能后面会一家人搬来县城。哦，这样啊，原来如此。娘子该早说呀！我这里有3套合适娘子你要求的屋子，一套在城南，靠近方市；一套呢在城北，靠近衙门；一套在城西，靠近曲河。小哥，这里起码距离方市有半小起码2刻时，这怎么能叫靠近呢？哎呀，娘子此言差矣啊！从直线位置看，这房子已经是很靠近方市了，且娘子想要的是环境安静。若真一出门就是主街，这环境肯定是不能静啊。也是，不做生意的话，买在闹市有些浪费。那城北和城西的那2套呢？楚清哥继续跟着衙人去了后面2处，然后他就选中了靠近城西的这个小院。小娘子，你不是县城人，对县城这里呢不熟悉。这里环境还是不错的，但是曲河两边多秦楼楚馆，多秦淮烟馆可以呀。还有娱乐街，这院子多少钱啊？连房带地契一共是250两啊。当然了，如果娘子你诚心买，
有一次性的付清的话，我可以联系屋主，让他们再给你优惠一些。那你现在就联系屋主吧。不错，比我预估的价钱还要少一些。青哥丫头啊，我觉得你家相公要读书的话，完全可以租一个学屋，用不着买房啊。不知道这丫头怎么想的，居然买在花柳街附近。还有啊，她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山货也没卖这么多呀。我不是救了人家的狼吗？人家给了我不少感谢金。另外，这房子我也是要住的，他完全可以和李老板一起在县城开一家酱料店，专门卖酱。而春晖酒楼那边如果生意红火了，也可以来县城发展，所以在县城有房的话会更方便。没错啊，你最好啊也带着孩子一起住过来，不然陆同生被外面的女人勾走了怎么办呀？这城里的姑娘就是和村里的不一样，一个个跟花似的。楚清哥要是不跟来，年轻小伙子哪受得住啊？你们要是都搬来这里，家里怎么办呀？说到这里，周爷爷，你家的地不是不多吗？我和我家相公都不会种地，买地也只是为了弄好户籍，但地已经买了，秋收要交田税。周爷爷，你家要是有人得空，能不能来帮忙啊？我算30文一天，中午和晚上2餐。帮忙可以，但你给的工钱会不会太多了？我小儿子原本就在帮人家种地，每天包吃住也就10文钱。不多，我地还没开荒，又着急着落种，周叔肯定会很辛苦的。他怎么也没想到，当初只是一时好心，同意赊欠，送了楚清哥他们一趟。从此，楚清哥在陈夫人那里拿到点好吃的东西，都会给他一份。陈夫人给的感谢金，他也分到了一半。叫做铁丫的胖丫头着急地看向楚清哥：“我爹教过我的打铁的32种功夫。”我说的是打人的功夫，不是打铁的功夫。快回女眷那边去，别让我打你啊！别做多余的事儿。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没地方去的话就跟我回家吧。后来的后来，驰骋沙场的女将军回忆往昔，觉得自己这辈子听到的最美好的话，就是遇见夫人时对方对他说的那一句：“跟我回家。”就给10文钱吧。铁丫我买了，另外壮丁的话我只要1个。但你给我看的这些我都不满意，我希望能找一个会武的，出身不必考虑，只要人品信得过。这是定金，希望你能帮我留意，如果有合适的，就派人到10里镇春晖酒楼给我留个信儿。我姓楚。原来是做酒楼生意的嘛，难怪出手大方。楚娘子放心，我铁定给您好生留意。夫人，你不是能吃吗？这烧饼味道不错，你先吃几个，要是吃腻了，我再给你买点别的。不，夫人，我其实可以忍住，不吃那么多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是正常的。吃吧，就是以后不能光吃，身体锻炼也得跟上。你看我过去就是吃太多，减肥减到现在也还是有点微胖。走吧，去给你买点新衣裳，还有我自己也得买点新衣裳了。除了衣裳，楚清哥又买了不少东西，这才大包小包的领着铁丫回了村。结果刚到家，就又见家门口围了一堆人，渣爹楚长志那张拉长的脸在人群里显得异常明显。姓陆的，枉你还是读书人，居然是纵狼伤人，一不道歉二不赔礼，现在还把我这个岳父拒之门外。我最后问你一次，到底是道歉不道歉？岳父，昨日是二娘他们不请自来，闯入家门在先，家中养的护院狼崽才会咬人的。事后清哥也有帮着二娘他婶娘处理伤口，是二娘和他婶娘自己拒绝的。岳父，你若只是想要道歉和赔礼，看在你是清哥生父的份上，小婿可以委屈自己，给无礼在先的人道歉。但岳父，你想要小婿交出2只狼崽，这是不可能的。这又是怎么了？3天2头的，我家是开了戏园还是请了班子？成天演大戏吗？大家都不干活吗？你和你婶娘擅闯我家，我没去找你们算账，你还来找我算账了？孽女啊，难怪三娘会怀疑陆同生被人给替了，这还真不是同一个人呢。也不知道陆同生是怎么从县衙回来的，陆家难道没发现他们家的庶长子不对劲吗？
你二娘好心的同她婶娘来看你，你却纵使两只畜生恐吓你二娘，还把你二娘的婶娘也给咬伤了。我想我相公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你们无礼在先。你季氏和他婶娘要是不乱闯我家，又怎么会被咬？大家都说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村里谁家养狗不是为了看家护院的？怎么就因为我养的是狼不是狗，看家护宅时咬了贼人就得赔礼道歉？是啊，话糙理不糙。虽说养狼不对，可人家狼崽在家里待着好好的，要是不乱闯也不会被咬啊。可养狼实在太危险了，要是后面长大了跑出来，那还得了？要我说呀，道歉赔礼什么的不用，但是这两只狼崽是必须要处理的。哼，没错，那两只狼崽必须要处理。你这个孽女，不存长辈不肯道歉，我奈何不了你。但是那两只狼崽，你要是不处理了，我立马就写状纸送去衙门。那你送吧，最好快点，不然等你到县城，人家都下班了。衙门接到案子后，因投递人是秀才，不能不处理。这两只狼崽是我寄养在这里的，你说陆兄他们纵狼伤人，可有证据？我那人婶娘脚上的伤就是证据。秀才公，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没有误会，这房子本来就是我花钱买的，我那人有这里的钥匙，不是很正常吗？就算是这间房子给了这孽女做嫁妆，她自己的母亲进来，难不成还叫擅闯吗？什么歪理？你不是整天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吗？怎么现在又说我家不是别人家了？赵捕头，既然你人也来了，那我也要告上一告，告柳氏他们擅闯民宅。好，你去告，看看衙门会怎么教训你这个目无长辈的孽女。什么意思？这是什么破规矩？状告长辈居然要先挨上20大板？没办法，百善孝为先。虽然我也觉得这世间无理的长辈太多了，可对方毕竟是你二娘，你名义上的母亲。别的长辈就不说了，状告自己的父母，那是大不孝，必须要挨板子的。有没有搞错？那季氏万一虐待原配的孩子呢？那就是另外的案子了。一般季氏不会这么做的，毕竟季氏在身份上大都不如原配，季氏是不敢乱来的。且要真的这样做，不仅会有损他自己的名声，也会间接影响他自己生的孩子。只是高门宅院里这样的事并不少见，除非让你的娘家人出面，辈分对等的情况下，他们告你二娘就不会挨板子。说了等于没说，因为楚氏和袁家人的关系比之柳氏好不到哪儿去。裴公子，家里没有及时换锁，让一些用心险恶之人钻了漏洞，这是我们的过失。但两只狼崽确实伤了人，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否认，所以赔偿问题以及狼崽的处理问题，就需要你这个狼崽的主人去解决了。周叔，你跟他们去一趟衙门吧。我就不明白了，这姓陆的是给我家公子下了什么降头吗？明明是不想他自己麻烦，把我家公子当枪使，我家公子怎么还那么乐意啊？这位兄弟，进一步说话。这是高手，高手中的高手。大侠，我家公子，我必须得看着呀，不方便跟你们去衙门。这是50两银票，应该足够赔偿他们了。楚秀才，狼崽主人愿意支付50两银子当做赔礼，你见好就收。我是为了讹钱吗？我是为了讨公道。难不成有钱就能够养狼啊？有钱就能够让狼随意伤人吗？你那婶娘怎么受伤的？你自己没点数吗？怎么受伤的？我状纸上写的是1斤2主，区50两银子就让我收回状纸，不可能。那就再加50两。这位秀才，我和我家公子出门出得急，并没带多少钱银。如果你还要更多，那就只能让我们写信通知家里人来处理了。什么意思？觉得我是想要讹你们钱吗？难道不是吗？连自己的亲生女儿和女婿都要告，我是没看出来，你真读了圣贤之书。你一个外人懂什么？楚清阁这个孽女从小就目无长辈，不遵父命。行了，楚秀才，别再闹了啊！这事儿真要把对方的家人闹来，吃亏的是你呀！我今天就是不要任何赔偿，我也要这2只狼崽没命。行，既然你不接受私下和解，那就让大言律来处理。赵捕头，烦请你找个壮士，上衙门就上衙门。地契以及户口全都落在陆思明头上，所以柳氏的确是楚清歌的母亲没错，可她不是陆思明的母亲，岳母可是没有资格随意进入女婿家里的，那是他姓之家呀，不是吗？不请自入就是擅闯，于是柳氏和其婶娘不仅得不到道歉，
他们反还要给楚清歌他们道歉赔礼，否则就得蹲大牢，刑期半年起。道歉什么的就算了，但赔礼是不可少的，毕竟耽搁了我相公读书的时间。清哥，你怎么能？我是担心你，特意去看你的。娘狼咬我不说，你爹也是被你的态度气到了，才要去处理那狼崽。你现在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可别乱转移问题啊！你和你丈夫告的是我的老板，官司也是我老板在打。你不想跟我道歉赔礼就算了，别随便用长辈的姿态压人。这官司是楚秀才和这个裴公子在打，这楚清哥只是帮裴公子做事的，跟他又没啥关系。哎呀，倒是这柳氏，这明明乱闯女婿家，还说的挺好听的。行了，此案已经很清楚了，刘县令，时候不早了。是，裴公子受累了，先回去休息吧。这个孽女居然偷偷去改了户籍，她那么蠢，怎么可能会知道户籍呀？肯定是陆同生教的。那陆同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陆家是真的没发现他有问题吗？我不知道，但他们就是从衙门里回来了呀。你是没看到楚长志和柳氏的脸啊，在听到我把户籍落在你名下时，他们就像吃了屎一般。你不是要计划搬家吗？是啊，差点忘了正事儿，都怪这些渣渣，浪费我宝贵的时间。离考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如果楚清哥把县城的新家弄好，他指不定会先搬过去，那样租书看会更方便一些。杨倩，你不和爹爹睡一起吗？我为什么要和你爹爹睡一屋啊？三牛说的呀。三牛是谁？阿三伯伯家的孩子，他比我们大1岁。先前奶奶带着我们去过他家里。三牛说了，只要爹娘睡一起，就会有弟弟。杨倩，这和想要一个弟弟。爹爹要读书，暂时生不了弟弟，这事儿以后再说。哦，看着2个孩子，他不禁有些难受。在现代时，因为和陆思明没有孩子，且已结婚时他就做好离婚的准备，所以签字离婚毫不犹豫。然而现在他们有2个孩子，虽然不是他和陆思明生的吧，但生理上这2个孩子就是他们的孩子。如果他和陆思明分开，这2个孩子怎么办？陈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被子啊？日子一天一天过去，3天后，整个城西小院焕然一新。很快就到了陆思明考试的时候。我去了，不必等我。怎么了？楚清哥看周雄和裴炎都同时震惊。你们认识？何止是认识，要不是他们，我根本不会弄丢运雪。啊，你是山贼？我不是山贼。我虽不强求家世清白，但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山贼呀。不是，你不是跟我说你家里遭了贼，活不下去了吗？我的确是家里遭了贼，活不下去了。自称梁平的青年说道。那你怎么又做了山贼呀？我说了，我不是山贼，我只是路过燕子山时差点饿死，被燕子山的山贼们救了，我也就在那里住了下来，给他们做点活，算是还恩。可我从来没想过当山贼，也没想着参与打劫。我救下了他们后，已经算是还了恩情，我也就离开了燕子山，来到了陈阳县。本来是准备找个镖局，可我那天去的时候，镖局正好有趟镖要路过燕子山，我不想去，镖头解释都不听，就让我滚，这才来了亚索，所以这大概就是命运的指引吧。你们要是介意啊，可以不用我，只是我真不是山贼，还请你们不要将此事外传。你习过武，身手也算不错，为什么不参加武举啊？没钱呐。梁平道，我虽习过武，却不是人教的，而是我小时候看人家练武时偷学的。明白了，原来不是自己家花钱请的老师，而是偷学的，自然没钱报考武举。重阳子，此人的确会武，身手也还可以，至于人品，我就不能帮你判断了。那个梁平，你能保证你以后不会因为还恩干坏事吗？我没打算打劫的，我只是在救人。只说是救下的人正好是山贼，救下的时机又正好是对方在打劫的时候。他的确没打劫，他救下几人后就跑了，虽然说也造成了映雪的逃跑。我可以和你签长工契约，不让你变奴籍，不过你要保证你不作恶，否则我第一时间就会把你交官。没问题，不过你也要保证
你不会让我去干坏事？我家相公今日在书院参加考试，下午我回去接他。今日你就先熟悉我家里的情况。张妈妈，还请你帮我谢谢夫人。楚娘子，你客气了。这段时间要不是因为你，小少爷的情况不会越来越好。小少爷没事就好。是大户人家里的仆从吧？再大能有你和裴二公子的家大？那是比想象中的难啊。他不确定自己能否考上。正常，你本来就不擅长文科。该庆幸的是，师父并不属于正经考试科目。青哥丫头啊，不好了，你弟出事儿了。我弟怀芳，他怎么了？他把人脑袋给砸了。你奶呀喊你二婶去你家找你，你不在，你二婶啊就找到了我。什么？楚怀芳把人给砸了？具体什么情况？对方被砸死了吗？我也不知道啊。你问四毛，他回村说的情况。四毛，你不是经常跟在楚怀芳后面那个鸡窝头？青哥姐，你快去救救老大吧，他不是故意把人脑袋打坏的，他完全是为了你。怎么就为了我了？我可没让他随便跟人打架啊！不是，老大他先前不是去镇上打工了吗？我们有时候会到镇上去看他。不久前他就在一家米店做短工，我们正好去找他玩。结果我们刚到店，就听见店里的2个长工在骂你。老大让他们闭嘴，他们反而说得更凶。老大一时没忍住，那啥，我们不可能干看着呀，就一起过去，准备拉开他们。好话别编，我要听完全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是，就是我们帮老大忙了，毕竟对方是2个人，他们一起欺负我们老大一个人，哪知道他们打不过我们，就耍狠，用挑米筐的长扁担砸老大。虎子看见了就去救老大，结果被扁担砸中了脑袋，虎子当时就倒下了，头破血流的。我们都以为虎子没了，都吓到了。而老大为了帮虎子报仇，瞬间红了眼，也用扁担砸了对方的脑袋，然后对方也倒下了。虎子被砸了，正是张大娘的孙子。楚怀芳太乱来了，还有你四毛，你们这些成天跟着楚怀芳混的，你们还真以为楚长治那个秀才功名能够护住你们？不是的，青哥姐，我们老大不是那样的人，老大也是一时没忍住。你不知道那2个长工说的话有多难听，他们说你是不要脸的娼妇，还骂姐夫，说姐夫是沈阳县出了名的废物，说你们是娼妇配废物天生一对，还生了2个小杂种。谁骂的？看我不打烂他们的嘴！现在是什么情况？对方报案了吗？还没有，我们一到医馆，那2个长工的家属就来了，其中一家闹着要把老大交官，但另一家说老大是秀才儿子，得先把秀才公喊来。我就回村里通知楚先生他们了，但楚先生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直接让我去跟他们说老大不是他们儿子，他根本不会出面。我也就只能去找楚六爷爷了。我就知道这渣爹是有好处跑得比谁都快，没好处但是绝对别想请动他。你这个没娘养的小畜生，我打死你！娘，你这是做什么？是啊，伯母，今天这事儿啊，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在先动的手，你现在要是动手了，那岂不是理亏了？没错啊，娘，大家伙啊都在医馆外看着呢。等到楚家的人来了，大家伙肯定会帮弟弟讨个公道的。你小子回来了，楚秀才呢？我是楚怀芳的胞姐，你们有什么可以找我？什么胞姐？我们找的是他爹，你这个妇道人家哪有资格来处理这种事？你不也是妇道人家？怎么，就因为你年纪大了，你就不算是女人了？你们是那2个长工的家属，可以负责谈这件事吗？我是刘长的弟弟，他是孙土的大哥。孙土就是那个主动拿起危险武器想砸我弟弟脑袋，却砸到了我弟弟朋友的那个长工吗？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弟弟主动伤人？不是吗？要不是孙土下手没轻没重的，居然动用武器，我弟会有样学样的反击。且一开始到底是谁在挑衅？要不是你们辱骂我和我相公，我弟会忍不住出手。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件事，你们就算闹去了官府，我也不会退让。我可以负责你们的医药费，因为我弟弟楚怀芳确实冲动伤了人，但你们也得负责虎子的医药费，毕竟虎子也被你们打伤了。放屁！我和孙土才没有骂人呢，是你家这个小杂种干预我们干活，我们不过说了他几句，让他别来干扰我们。哼，他就喊了一群小杂种对我们动手。你胡说，明明是你们先骂我老大的姐姐。有谁看到了吗？你们这些小杂碎打我们，可是被外人看见了的了。我已经被我爹赶出家门，不是楚家的人。我姐也是出嫁妇，管不了我的事。
你们想要告我就告吧，反正小爷还没去过衙门呢，蹲大牢就蹲大牢。小爷我难道还怕了你们不成？不过你们砸伤了虎子，你们必须赔偿虎子。呸！你个娼妇养的小杂种，你领着这群小畜生伤了我儿，还想让我们赔偿？我告诉你，你那不会教儿子的爹不仅要赔偿我们，你们这些小崽子也要通通给我去坐牢。于是很快2个捕快就被孙土的大哥给请了来。是谁啊？又在闹事啊？啊！一天天的，能不能消停点啊？哎妈，来的居然还是熟人，这2个捕快不就是之前处理过我和药铺掌柜纠纷的？哟，这夫妻俩还真是大变样啊！你们说楚怀芳主动带人打了你们，可有人证啊？哎，有没有哪位热心的朋友看到了当时的情况出来作证的啊？事后啊，我和孙土的家人们都会感谢你们的。我看见了，我也看见了，的确是姓楚那小子和他的同伴在围打刘长他们。那敢问你们是否还看见了先一步重伤我弟同伴的人是不是孙土？这是孙土想先砸姓楚那小子，但那个叫虎子的出来帮姓楚那小子挡了。行，我明白了，2位捕爷，现在虽然已经有了证人，可凡事都要讲证据，而一切犯罪必有痕迹。还请捕爷跟村妇一同移步打架现场，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由原告所说，是我弟主动带人来打了他们。行啊，去打架现场。捕爷，您看看，哎呀，好好的院子被弄成什么样子了？捕爷，还请你们稍微靠后。捕爷，还请你下令让其他人别进这院子。都听到了啊，站在原地不许乱动。难不成现场还真有什么不利我们的证据吗？你想干什么？你没听见捕爷的话吗？没错，你难不成是想破坏证据？什么想破坏证据？我只想上前一点，想看清楚，免得你们贿赂捕爷，故意制造什么证据。你这是污蔑！青哥姐不是做生意挣钱了吗？他该不会真的在贿赂吧？没错，捕爷呀，你们可不能！捕爷饶命啊！捕爷饶命啊！捕爷，怎么样？孙父没说错吧？他们心虚了。店老板，冒昧一问，今日之前你给2个长工的工钱是多少？给楚怀芳的又是多少？刘长他们是长工，每日15文；楚怀芳是短工，每日5文。哎呀，本来吧，我看楚怀芳这小子干活干得很不错，效率也很高，我就准备辞了刘长他们，把楚怀芳签成长工。原来如此，原来事情的真相是我弟弟又能干活又不要太多钱，米店的老板想把你们2个懒货给辞了，长期雇佣我弟弟，你们知道后出于不忿便辱骂我和我相公，激我弟动手。你胡说！是不是胡说？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你们当时肯定想着我弟弟不过一个毛小子，你们以正当防卫的借口联合打死他，绝对无碍轻松。哪曾想我弟弟看着年纪尚幼，打架却还行，他的小伙伴们又正好来找他，吃亏的反而是你们。如今你们看情况不对，就诬赖我弟弟。什么诬赖？我看分明是你们想贿赂捕快，推脱责任。2位捕爷，请看这里，这里一共有7种脚印，其中3种是2位捕爷和我内人留下的，另外4种看鞋底样式和大小，应该是4个14、15岁的小子。2位捕爷，再看这里，2位长工的口供是四毛等人一开始就是七弟怀芳喊来打他们的，可是阶梯上的脚印却是没有怀芳的，这说明当时在院子里的只有怀芳和2个长工，他们起了冲突之后出现了米粒，才有了四毛他们留下的脚印，这一点明显和2位长工的口供不合。如果其他人是被楚怀芳故意喊来，有计划的围殴，为什么楚怀芳会和2个长工先冲突啊？会不会是楚怀芳约好了时间，自己先开打？你是傻吗？一个小子对上2个成人，如果同伴没到齐，怕是狠话都不敢多说2句，还先开打啊？不是，捕爷，小人闭嘴！孙土啊，你与刘长不满店主心生换人之意，主动挑事，在此次打架斗殴事件里边占主要责任。如果楚家不上告，这案子呢就算你们自己的纠纷，可以私下处理；如果上告，就等着坐牢吧。伯爷，你们行行好，我们不比你们楚家，有秀才公，有朝廷养着，我们这样的卑贱草民哪拿得出那么多银子？如果今日我们没有找到证据，或者说运气不好，脚印被米店老板收拾掉了，你们会算了吗？
会，肯定会。是吗？你怎么这么铁石心肠？没见我们两家人都跪下来求你了吗？来，小顺子求。呸！摊上你这么个心思不正的祖母，你孙子也是倒霉。我告诉你啊，我楚清哥可是陈阳县出了名的不讲理丰富，所以你们今天要么赔钱，要么见官坐牢，没有第三种选择。你怎么这么恶毒？哎呦，这处事怎么能这样啊？是啊，看看这两家人，尤其是孙土家，家里本来就穷，这老老少少的哪拿得出那么多钱呢？算了吧，算了，事情没到你们头上，你们装什么圣母？我告诉你们，今日这事儿要这么算了，那日后所有人都会知道，故意伤人并不会付出代价，反而成功了就赚大了。失败的也不过是跪着求一下，受害者要是不原谅恶人的伤害，还可以被恶人反说成是铁石心肠。我天哪，生活在十里镇的恶人可真幸福，一天不出来作恶都对不起你们这么善良的老百姓。你们孙刘两家的男人都死光了吗？让群老弱妇孺在前面顶事。哎呀，别拉我，家里哪里拿得出钱呢？要是借钱不能这么算了，我还不如死了。哼，居然还拿死要挟。真要这么多钱吗？没错，这医药费真的要10两银子吗？要不请仁心医堂的大夫来看看。把人送去县城回春堂吧。哎，慢着，你们这是做什么？这两个伤患不是在我们这里看得好好的，怎么要转移呀？为何不能转移？自然是因为他们伤了脑袋啊！要是再随意移动，加重伤势怎么办？再说他们送来的时候都要死了，要不是我们的大夫救治及时，这二人如何能保住性命？现在也就是没吃小灵丹，等到你们给了钱，吃了小灵丹，他们立马就能醒。是吗？那个县广，要不你跑一趟吧？何掌柜说的没错，这伤了脑袋确实不好移动，不过回春堂的大夫应该可以出诊吧？何掌柜放心，你们的大夫毕竟治疗了人，孙刘两家会给治疗费的。不过小灵丹的价钱实在太贵，一颗就要10两。你刚刚也看到了，孙刘两家上有老下有小的。什么出诊？大夫一般都不会在下午出诊的。加钱呗。啊？什么加钱？你当大夫们都是市侩的商人吗？那你把诊疗费免了。你到底明不明白？县城到这里一来一回起码3个时辰。何掌柜继续挣扎。耽搁伤情怎么办？伤患伤情不是已经被耽搁了吗？只要我们没钱给你，你就不会给药吃。伤情可是被你们何氏医堂一直耽误到现在的呀。是该死的村妇，怎么我说什么他都能怼回来，且还很有理。算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本掌柜就不收你们要钱了。去拿小灵丹来，给2个伤患服用。哎呀，真是小灵丹，我先前给我爹买过，可贵了，的确是要10两银子的。哎呀，既然这真的是小灵丹，不行，不能让何掌柜吃亏啊！还是请回春堂的大夫来看一下吧，万一不需要吃这珍贵的小灵丹呢？不，请务必，一定马上就吃。立马把小灵丹拿去给2个伤患服下，然后2个伤者就苏醒了。这味道，虎子和孙土的持续昏迷，极有可能不是因为原本的伤势，而是何氏医馆的人动了点手脚。怎么样，我们的何氏医堂的小灵丹名不虚传吧？是吗？我怎么听说小灵丹只是你们仿制灵制完不成弄出来的低配版呢？好了，秦哥，何掌柜先前要钱才给丹药，只是按照规矩办事。他现在不仅让2位大夫免费为虎子他们治疗，还送了小灵丹，这已经很好了，你就别再调皮了。啊，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多谢何掌柜。哎呦，谢谢掌柜，谢谢你救了我家虎子。没想到啊，何掌柜今日真的转性了。是啊，居然是不钻钱眼做好事了。何氏医堂还是可以的。走吧，赶紧走，我们医堂要不止你们这几个伤患，能不能赶紧滚啊？尤其是这个楚清哥，真不是来克我的，先前被他打了一顿不说，今天更是差点保不住我的掌柜之位。哎呀，多谢楚娘子啦！钱你们给不出，蔬菜粮食还没有吗？给人道歉道谢就得有诚意啊，说2句话算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啊，我只给你们3天时间，要是3天内我们这些受害人家属没收到你们的赔礼，我就去县城衙门告状。他只能恨恨地应了声好。你跟我过来，还不跪下？虎子他娘，今日这事是怀芳对不住虎子，虽说虎子的伤已经得到了医治，
但毕竟伤到了头。你现在就在这里跟虎子娘磕头发誓，说日后虎子有任何问题，你都要负责。不用，楚娘子，我很清楚，今日要不是你和你相公，虎子不仅吃不到小灵丹，人还要进大牢。所以，你若真觉得你弟弟对不起我儿子，就请你这个做姐姐的，让你弟弟以后不要再和我儿接触。娘，这不关老大的事。什么老大？他就是个混子，成天只知祸害相邻，跟别的村混子打架斗殴。除此之外，他干过什么正事儿？他不仅自己不干正事儿，还带坏别人家的孩子。要是今日不止2个呢，对方要有10多个，你们怎么办？你指望着他楚怀芳打跑所有人吗？你们要是都出了事儿，你们的爹娘怎么办？你要我怎么办？虎子，我的儿呀，娘就只有你一个依靠了。楚怀芳，你都看到了吗？看到了，觉得我是恶人呗。虎子、二牛，你们以后都不要来镇上找我了。走什么走？你以为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吗？今日要不是我，你就得蹲大牢去了。你就这么走了，什么表示都没有？谢谢。大声点儿！我又没求你帮忙，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就算我被人告了，那也是我自己的。你是我弟弟，你跟我说没关系。楚怀芳，做人要有良心。我从小到大怎么对你的？你长到现在怎么对我的？柳氏是个什么货色，你看不清，我看得清。我怕你被他毒害，才抢走他给你的东西。我希望你能有本事，不被人所害，才逼着你学习。可你呢，天天把我当仇人。青娥姐，其实我们老大……什么？不许说。有什么不好说的？我知道你也是在意我这个姐姐的，不然也不会因为我跟人打架。但怀芳，这世间不是每个人都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有些话不说，这辈子或许就没有机会再说了。你如果真的在意我，就好好跟我说话，别一天看到我就跟看到苍蝇一般，我会难过，你知道吗？我会难过。怀芳，你已经长大了，不再是一个孩子了，你应该能分辨得出这世间谁才是真心关心你的，而谁是虚伪之辈。你什么意思啊？你很清楚我什么意思，你不信我，总该信4毛吧。当你出事时，你那好爹和好后娘都是什么态度？爹不管我很正常，爹他气我不上进，气我离家出走。我要是出了什么事，他只会想让我吃教训，自然不会来救我。至于娘他一个妇道人家能做什么？爹如果不让他来，他就算想帮我，他也来不了。老大，青哥姐也是妇道人家呀。他情况不一样，我知道今日是他救了我，但这并不代表我就要跟他一起对付娘。还你是和掌柜起来报复我的吗？啊！废话少说，现在跟我回家。还有你们，1个2个的都快比我高了，怎么一点脑子都没有？看到同伴被打了，那第一时间难道不是大喊大叫，喊围观群众来帮忙吗？我傻乎乎的给村儿就送在……也就是今日我相公聪明，才找到了证据，不然没有围观群众给你们证明，你们就真去蹲大牢吧。谁要跟你回家？你受了人恩惠，一句谢谢就了事吗？哎，你这个做大哥做的可真知恩图报啊！正好我找了周爷爷家的周二叔帮忙开荒，你这几天就跟着周二叔在地里帮忙吧。啥？开荒？我堂堂3家村楚霸王，你叫我帮你开荒？楚你个鬼的霸王！哎，你除了姓楚，哪里来的霸？哪来的王？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着，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还自比楚霸王。你知道西楚霸王是谁吗？不知道。好吧，差点忘了，这里没项羽这个人，西楚也没有，只有一个南楚，不过都是100多年前的了。西楚霸王是谁啊？这称号好霸气啊，我怎么没听说过？这是我看过一个画本中的人物，虚构的。哦，原来是虚构的。我就说，能跟我一样英雄所见略同，起这种厉害魂名的人物，我不可能没听说过。哎，不对啊，你不是不识字吗？怎么还看得懂画本？哎，大意了，什么不识字？你姐我天资过人，天赋异禀，识字这种事儿，只要我想，很快就学会了。倒是你，从3岁起就开始跟着你爹念书，怎么连个通生都考不上？你还好意思看不起你姐夫？我那是天赋不在读书，而在武艺。哎呀，没看出来。你，哎呀，好啦，去喂一下鸡，我要去奶家一趟。谁要给你喂鸡？我去给奶奶他们报声平安。二大爷，你喝水。你叫我啥？谁是你二大爷？你呀，我是夫人买回来的丫鬟，你是夫人的弟弟，我当然得叫你二大爷。你叫二爷爷比二大爷好啊？不对，你说你是我姐买回来的丫鬟，我姐居然买丫鬟了，她有这么多钱吗？我又不贵。那你多少钱？10文。你说啥？你才卖10文？我姐是从哪里买的人？这么便宜啊？爹，你们在聊什么？二大爷问我每天到底吃多少才会被衙所卖10文。我就是问问，没别的意思。铁鸭吃多少跟你没关系，去把院子扫了。一回来就安排活，不是
你要做饭？不然呢？你去做。我不会。那不就得了？可做饭不是……这人还是我那个又蠢又自私的长姐吗？这还是我那个完全不想认的垃圾废物姐夫吗？这是什么？怎么这么好吃？不过是紫姜兔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兔子肉怎么可能这么嫩？楚清歌做的蛋包碎肉也是极为好吃，准备送去给虎子的。楚怀芳突然有些想哭。我不会一直跟着你，等我把这一次的恩惠还了，我就走。你以为我想一直养你吗？等你把欠我的还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你要我还多久？这得看你表现。什么看我表现？万一你一辈子不满意，我是不是一辈子不能离开？你觉得我还是过去那个总想将你绑在身边的楚清歌吗？这是怎么做到的？楚姐姐，你有所不知，咱们的豆瓣酱在镇上的时候就因卖得不错，被人带去了县城，一开业就有人来买。虽然他们才买回去，味道如何还没传开，但我爹按照楚姐姐你的吩咐，在店里张贴了豆瓣酱的使用方法。那些不识字的，我们也亲自告诉了他如何使用豆瓣酱。想来不久就会有反馈，豆瓣酱可能会比之前需要量还要大，而且我打算和总商们合作，把豆瓣酱往陈阳县以外的地方卖。能把生意做大自然是好的，你放手去做吧，我会尽快让这边的产量跟上的。梁平，早啊。梁平，如果你不介意，以后可以指点一下铁牙功夫，然后你的工作主要就是护卫家里。夫人放心，那就交给你了。今日我要回三家村一趟。不过生意一旦做大就会遇到麻烦，你要做好准备。少爷，你是在玩我们吗？他就是陆同生，我说了，他真的变化很大。你他妈是谁啊？我大哥呢？我那个总缩着脖子抬不起头，面色清白，身体瘦的好似随时都会嗝屁的大哥呢。陆思雨，虽然此人的名字跟他在现代的同父异母弟弟一模一样，可他们的长相并不一样，性格也有些差别。你是哪根葱？敢直呼本少爷的大名？陆二少爷，这可是你大哥陆思明啊。我大哥？赵良友，你当本少爷眼瞎吗？我已经被赶出陆家，算不上是他的兄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还有什么意思？他就是你大哥陆思明，变化大吧？我们也差点没认出来啊。这红榜是不是念漏了？是啊，陆兄在乡下不是苦读了3年吗？怎么可能考不上呢？哎呀，这有什么呀？就算是没考上，人家陆兄本就是童生，想要回到书院，只要回去求他爹就行了。就是，人家陆兄才不稀罕咱们的好心安慰。听说你也参加了今年的院试啊？真是丢人现眼！以你的学识水平，连3岁的幼子都不如，居然也有脸来参加院试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水平就很高吗？考了10年也没考上举人。你，我跟你说话了吗？一介妇人不在家带孩子，跑来这么多人的地方做什么呀？你这孽女！她是我妻子，她该在哪里不该在哪里都不劳外人费心。外人？我可是他父亲，还是你岳父？你这庶子居然说我是外人！父亲？你若真是他父亲，为何纵容季氏残害他？你若是我岳父，又为何在我落地之时特地奚落？抱歉啊，陆某还有事，没时间看你们惺惺作态。庶子，枉你读了圣贤书啊！陆兄啊，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作态呀？我可都是一片好心呐。就是，我还想着借你一些笔记帮你备考，没想到你是这种态度。算了吧，人家是陆员外长子，虽说是妾生的，但陆家没嫡出，人家身份高着呢，哪需要我们帮忙？他不是被赶出去了吗？只是和个下贱村妇有染而已，人家家大业大的，那几房都没事儿，陆家肯定还会让他回去的。你狗嘴在吐什么？我陆家的事也是你这等下人能论到的？我是下等人，我可是陈家人。陆思雨啊，你太过分了！过分！陆思雨哼道：“哼，本少爷说错了什么吗？区陈家也敢议论我们陆家？告诉你们，我陆家可是……二少爷，您不是来找大少爷的吗？你真是我大哥？我说了，我已经不是了，麻烦让路。你什么你？我相国跟你很熟吗？好狗不挡道，懂？你居然这样跟我说话！你这粗妇居然敢动脚！你们若不挡道，我也不用劳烦自己的脚。父亲，今日不是要拜访院长吗？楚怀文今年13，比楚怀芳小了1岁。哎呀，被某些无理之人气的，都差点忘了正事了。怀文呐，自打你去年考上书院之后，陈院长就一直想要亲自见你，为此呢，他都写信跟为父说了好几次了。
赵管家，您怎么亲自来了？是楚案首啊。您老还记得我呀？自然记得。楚案首啊，今日来访，我家老爷已经煮好了茶了。只是老朽并非是来接你，而是另有要事。原来如此，赵管家是另有要事，不知是何要事，在下可能帮忙。陆生，不知你现在是否有空啊？我家老爷他有请。啥？哎呦，赵管家都快60了，亲自下山来找的居然是陆思明，那个废物陆同生，怎么回事？陆员外又给书院修了一个园子吗？我父亲他找了陈院长。你父亲？没有，陆员外他呀，已经1年多没拜访我们老爷了。其实不是我们老爷想见你，而是我家老爷的一位朋友想见你。这怎么可能啊？别人不知，他却是知道，那可是姬昌，前太子恩师，出自京城4大世家之一的姬家。这会不会是看错了？赵管家呀，参加考试的学子那么多，我是说院长的朋友，他是不是？那位还没那么糊涂。赵管家，学生不是那个意思，学生只是……这事儿与你无关。陆生，不知赵管家可否简单透露对方找我所为何事？具体的情况老朽其实也不清楚。陆生啊，你还是亲自去一趟吧。可否容学生将妻儿送回家？不用如此麻烦，你可以带上他们。我家夫人呢，一向是很喜欢孩子，她该带孩子回家的，这样也不至于要和柳氏母女共处一室。庆哥，你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是还在生我的气吗？上次我去看你，是真不知道你不在家，还以为你和思明出了事，这才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门。我婶娘被你养的2只狼咬了，伤得很重，花了不少银钱治疗。你爹这才生气，想要杀了那2只狼。你们认识啊？如何不识？她是我长姐啊！你是这位楚娘子的母亲？不是，我亲生母亲过世不到1年，我父亲就用我母亲留下的嫁妆续了弦，然后又不到1年，继室就生下了1双儿女。你们吃着我母亲留下的嫁妆，穿着我母亲留下的衣裳，到最后我和我弟弟却声名狼藉。长姐，你怎么能如此颠倒是非？3年前是你自己不知羞耻做出那种事，害了我和怀文的名声不说，也带累了爹娘。至于二哥他，也是他自己不学无术，你怎能赖我娘？抱歉嬷嬷，新来失礼了。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你们在这个时候挑起话头说这些，还真是会挑时机呀。几位久等了，都坐，都坐，不用这么客气。刚刚听你们在聊天，不知在聊什么？不是聊天，我们在吵架。庆哥说笑了，我们只是因为一些旧事产生了分歧，并没有吵架。你们认识？妾身柳氏是亲哥父亲的续弦。陶院长夫人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份。院长夫人一听到续弦，对柳氏的目光就淡了一些。原来还是一家人。不算，我已经被他们当垃圾一般的嫁出来了。还好我相公仁义，不仅对我负责，对2个孩子也尽心尽力。家里再困难，也始终不离不弃，我才能从被人算计的过往中走出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被人算计，这是怎么一回事？庆哥，不要胡言乱语，哪有什么算计？你和思明现在已经是正式夫妻，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影响也是在的。当初我本是受邀才去的萍水阁，找的也是我曾经的未婚夫，却不知为何和我现在的相公闹出了有碍风化的事。要不是相公负责，客人要见的陆思明，不就是陆同生吗？而这楚娘子就是当初的那个村妇。他看向楚清歌的目光一下子就艳冷了下来。这是你的孩子？对。你对老夫所说的话有什么意见吗？有啊，先生说的虽然在理，但学生仍坚持认为，孝之以道，应合天理。子之旦夕，并非子之本愿。长者不问子之意愿，擅自将子带来这世间，本就是对子有所亏欠。长者若善，谆谆教诲，悉心养护，子享世间之好，自当对长者感恩，以孝心恭顺其合理要求。长者若不善，对子弃之不顾，或随意利用，让子立世间之恶，此为何还要对长者孝之顺之？以德报怨，何以报德？难不成作恶之人就因为是自己的父母，做子女的就要听之任之，甚至也跟着其一起作恶吗？说得好啊！你的文章，说实话，虽行文流畅，思想清晰，但文辞
实在是一般，所写内容也很大逆不道。我听说你是童生，虽说是买来的，但买来的也是童生，所以这次院试你没考上也没关系，跟老夫去京城，老夫会保荐你，让你直接进入太学。先生好意，学生心领了，但学生身份，先生应该只是粗略了解，学生自己的水平，学生自己清楚。学生的基础很差，若是不能考上秀才，进入太学，只会累积先生名声。你不愿意就算了，陈阳书院这边老夫可以帮你说两句。多谢先生，但是没有必要。学生虽然不觉得自己的文章有问题，但没考上就是没考上，书院亦不是陈院长一个人的书院。很好，年轻人就应该有这股子傲气。如果你后面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写信给老夫，不搞这些虚礼。老夫见你第一眼就觉得很熟悉。这铁鸭如何能把打铁的功夫和手脚功夫当成一回事？鼎明还不过3岁，居然就已识得100字，这绝对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院长夫人您客气了。这2个孩子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没有，到目前为止我并不让他们吃太多辣椒。我也不怎么吃辣，我祖籍洛城，来了这陈阳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适应。洛城，那还真是巧了，最近小夫人我正在帮人研究洛城的特色菜谱，院长夫人既然是洛城人，不如帮忙品鉴一下，看看小夫人做的洛城菜到底地不地道。你在研究洛城菜谱？你怎么还研究菜谱呢？因为小夫人我身无长技，也就在做吃食上有些心得。不久前和十里镇春晖酒楼的老板合作，帮对方研究新菜式。你是客人，这如何能让你下厨？如何不能？我家相公曾是书院的学生，也算是陈院长的学生。若夫人不介意，我完全可以称呼您一声师娘，给自己的老师和师娘做菜，这很合规矩。这是什么菜啊？一道色彩鲜艳的剁椒鱼头，一上桌，那剁椒的香气和鱼头的鲜气就瞬间充斥着整个正厅。这是，哎呀，是牡丹燕菜，这是洛阳水榭中的首菜呢。夫人和我们吃的不一样。是的，今日主厨是陆公子的内人楚娘子。听说夫人是洛城人，十分想念家乡的味道，就主动请缨，用家中的食材仿做了一次洛城水榭。老爷，您刚刚赞不绝口的鱼头，也是他在知道老爷您的口味后专门做的。这些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备菜有家中厨师帮忙，但做菜的都是他一人。那也太辛苦了。何况来者是客，怎么能让客人动手？快去请他入席吧。是老爷。这陆思明大变也就罢了，这处事怎么也变了？这个楚清歌绝对是故意的。相公，你是不知道啊，他一直缠着院长夫人说这说那，一点也不给我和兰心说话的机会呀。陆同生怎么会被推荐去太学呀？他凭什么呀？父亲，或许此人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陆同生了，你也不要再用过去的态度对待他。张杰的情况也差不多，母亲，你和姐姐也不要再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他。怀文，你说的对，是娘大意了。娘，我该怎么办？别担心，院长夫人并没有不喜欢你，今日只是因为楚清歌那个小贱人，你才没得到表现机会。但真金不怕火炼，谁不知道你陈阳县第一才女之名？何况你爹已经把礼送过去了，陈院长对你弟弟也很喜欢，咱们日后有的是机会再去拜访。且院长夫人那边只是辅助，最主要的还是陈灵芝。娘和你爹已经商量好了，10日后是陈氏族长的60大寿，陈灵芝作为其嫡孙肯定是要回来的，我们届时会带你一起去。今日那小贱人实在可恨，娘，你就没有什么好法子教训教训他吗？当然有，但现在最要紧的是你的事儿。女儿明白了，等到我和陈灵芝的事成了，我就是未来的进士之妻。而楚清歌的男人，就算被保荐进了太学，也只是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关系户，一点真才实学都没有。日后若是在京城遇见楚清歌这个下贱村妇，还得给我下跪请安。何况陆同生这个废物还有点自知之明，没答应去太学。作为他的妻子，
楚清歌会永远留在三家村这个破地方，如同地里的泥，就更不值得我们出手了。啊，累死了。夫人，信已经送到，李老板也看了，说一切都听你的。知道了。陆兄，嫂子。裴炎自打留在陈阳县城后，3天2头就来找陆思明和楚清歌。你怎么知道邀请我家相公的人姓姬？又怎么知道对方想送我家相公去太学？是这样的。今日放榜，他们原本打算一大早就去看情况，结果昨晚裴炎看戏看得太晚，早上没起得来。等到他和周雄赶去时，陆思明已经被赵管家请上了山。裴炎一是不放心，二是好奇，就和周雄一起上了山。陆兄，姬先生的自我介绍其实并不完整，你可能不知道，姬先生虽然不是太学老师，但他在太学的地位很高，因为他中状元中的实在太早，过去官又当得大，现在在太学教书的翰林学士们几乎都可以算是他的后生，所以你要是去了太学，起码有一半的老师会把你当成宝，悉心培养。陆兄，我知道你这个人素来谦逊，觉得自己不考进太学有失公平，这才拒绝姬先生的保荐。但说实话，太学里正儿八经考进去的只有一半，大部分人都是被保荐的，大族弟子也是。所以你去了，没人会觉得奇怪，大家反而会觉得你很厉害，因为保举你的是姬昌姬书成。别说京城了，就是整个大燕能被姬书成夸赞的人也不超过10个，因为他这个人相当自以为是。不对，说错了，应该是自视甚高，好像也不对，反正他是个自己很厉害，对别人就很挑的人，所以他从未用他自己的声名举荐过谁，你是我听到过的第一个。可我家相公他没有背景。我怎么忘了？嫂子，你不用担心，姬先生是姬家的人，他如果保荐了陆兄，那么陆兄就基本上算是他的门生，姬家会是陆兄的后盾。而京城4大世家里，姬家和谢家的势力是最大的。且不相瞒，我乃临安侯次子，也在太学读书。陆兄，你要是能同意去太学，可以跟我一道回京。我虽然没有我哥成器，但保护自己的朋友我还是能做到的。若嫂子愿意一起来就更好了。陆兄，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和我一起去京城啊。我已经拒绝了，我也不是因为你想的那些原因才不愿去的。那陆兄，你到底为什么不愿呀？陆兄，你如此积极的备考。因为有的捷径可以走，有的不能。何况我在陈阳县还有些事情没有解决呢。事情？什么事情？你们没打听过我吗？你是说那些完全和你对不上的谣言吗？陆兄，你是说……就是你现在想的那样。原来如此，这确实是个问题。你们当年还是冲动了，即便你们互有好感，也不该在彼此婚约还未解除的情况下。我们是被人害的，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谈论3年前的事。害我们的人叫周文成。在楚氏的记忆里，害他的人是袁莺莺，但在陆思明和楚清歌对了一下彼此所了解的信息后，他们得出结论，当初坑他们俩的人不是袁莺莺，而是周文成。袁莺莺压根没有脑子设计这件事，所以3年前的品水阁诗会，周文成一邀请陆同生，陆同生就去了，完全不管自己去了后可能会遭遇的耻笑。而事实上，这一次的诗会，陆同生遭遇的可比耻笑严重得多。他去到品水阁后，周文成说他身子骨弱，吹不了水阁上的风，便让他去了自己的房间休息。然后他就中了药，与同样重要的楚氏发生了关系。若换成脑子没那么笨的，早就该猜出背后主使。可这陆同生是真的傻，在和楚氏发生关系后，还以为是自己畜生，把持不住。在被众人指责、辱骂、赶出书院时，他完全没提周文成，只觉得全都是自己的过错。只能说，这样单纯的人，不被人设计，实在很……怎么会有这样卑鄙无耻、行为歹毒的小人？还陈阳县第一才子，陈阳县的其他学子都死光了吗？嫂子你也是，怎么会有那样的未婚夫？你爹真的是你亲爹吗？为什么？陆思明可不是闲得会跟人讲八卦的人，尤其这八卦还跟他自己有关。陆兄，当初那件事还能洗刷掉，还你一个清白吗？他想让裴炎帮他洗刷冤屈，这才会把这件事告知了裴炎。能啊，只是这件事需要炎帝你对一些人暴露身份。这有什么？我的身份早就被人知道了。反正我过段时间就要回京了，陈阳县好玩的地方我也都玩过了，就算身份曝光有人来烦，也烦不了几天。那就请炎帝你10日后带我一同去参加一下陈家的寿宴吧。没问题。陈家的寿宴？啥寿宴啊？陈家是哪个陈家？林州陈家吗？林州陈家有点远啊，都靠海了，10天来得及吗？苍天啊，大地呀，我家大公子那么优秀，二公子怎么就差那么多？公子，是陈阳县陈家，不是林州陈家。陆公子，你有什么想法？
跟我说就好了。如果需要我家二公子做什么，不需要你们再额外做什么了。我需要的只是一个洗刷冤屈的机会。明白了，陆公子放心。裴公子，我做的鸡公煲味道如何？还有这豆瓣鱼。嫂子不必如此，只是小忙而已。裴二公子，先前你喜欢的回锅肉也用这种酱做的，叫做豆瓣酱。这一罐甜的呢，叫甜面酱，它们彼此的辣度和甜度都可以调。上回你说味道很好的京酱肉丝，就是用这甜面酱制作的。我如果把这2种酱拿去京城卖，效果如何？那肯定可以啊！不是我故意说好话，想骗你去京城啊，嫂子，就你这手艺，比我们侯府的大厨厉害了不知多少。就算不卖酱，你也是能找到活的。那京中的8大楼，你随便进。夸张了，夸张！裴二公子，你平时零花钱多吗？还行吧，1个月差不多50两。你要不要和我合作，挣点零花钱啊？你也吃过我用豆瓣酱做的饭菜了，别的不说，这豆瓣酱可以丰富食物口味，提供不少新菜式思路。不少走商都来找我合作，想要把豆瓣酱卖到其他地方去。可那些走商我都不熟悉，万一人不靠谱，卖到外地的时候坏了我豆瓣酱的名声，这就得不偿失了。嫂子，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酱拿去京城卖？是也不是，豆瓣酱制作好后，只要储存得当，是可以放一段时间的，很容易运输。但陈阳县距离京城毕竟山高水远，水路陆路加起来至少7、8天，运输成本太大了。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把制作方法写给你，再派个会做的人跟你一起去京城，在京城就地制造。可以啊，嫂子，我母亲在京郊有2处庄子，我可以让她借我一个。那我就只占提供技术支持的2成。漂姑娘，今日老奴来是奉了老太太的令，找你要回豆瓣酱方子的。豆瓣酱方子？什么豆瓣酱方子？漂姑娘，你就莫要在我面前装傻了，老太太已经让人查清楚了。过去要不是老太太怜惜，表姑娘你如何能够来到袁家打秋风？先前污言秽语陷害我们家小姐，老爷夫人看在你死去娘的份上，也没把你如何。没想到你如此不知感恩，偷了我袁家祖传菜谱，私自售卖不成，更是大量提供给袁家的对头酒楼，影响袁家在镇上酒楼的生意。老婆子，我活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你这种不要脸的白眼狼。哼，我不要脸？到底是谁不要脸，才让你这个傻叉在我面前逼逼？你偷了自己母亲娘家的东西，不归还也就罢了，还用此谋利。你要是不现在把方子交出来，关了你那豆瓣酱的作坊，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把你送进大牢里。进大牢？好啊，正好，那你们现在就滚去衙门告吧。你什么你？赶紧滚！这个小贱蹄子，简直跟他娘一样，是个不把人放眼里的。唉，真真聪明能干，这才看不起人。这楚清哥应该也继承了真真的能干吧？就那个小贱蹄子，半点没他娘的样子，还继承。真不知那个柳氏是怎么让那个蠢货活到现在的。娘，要不还是算了吧，她这毕竟是真真的女儿。别提那个孽女，出嫁的时候居然卷走家里那么多东西，她也不想想那些东西可都姓袁，她把那些东西带出去，分明是便宜外人。那娘，我现在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当然是直接派人去把豆瓣酱的方子抢回来，然后关了他的店。家里长工那么多，不用白不用，个个店里也有那么多的小二，对付一个下贱村妇绰绰有余。咱们这么直接去，会不会被人说闲话，说我们欺负孤女？他都已经赚了不少了，还想如何？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袁家的，被他娘那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当做嫁妆偷了，又被他给藏了起来。我们看在亲戚关系上，已经容忍他赚了钱，他还有什么脸说我们袁家打秋风啊？娘说的是，那儿媳这就找人去把属于我们袁家的东西拿回来。楚姐姐，这豆瓣酱方子真的是袁家的吗？要真的是袁家的，那他们不仅要交出这段时间赚的所有，还得自负损失。臭娘子，你要不还是先去酒楼吧？袁氏酒楼的掌柜啊，带了一帮人来闹事儿，
说是我们酒楼最新推出的菜，全是他们袁家祖传的菜谱，要让我们赔钱，还要道歉啊！看他做什么？上辈子遇到的所有绝境，都是我一个人走过来的。后来嫁给他，也不过是契约合作，连逢场作戏都没有。他先前帮我，只是正好遇上，顺手为之。加之我们现在暂时在一条船上，他才不会弃我不顾。可这不代表他就会帮我一辈子，我绝不能依赖他。他看向梁平，你跟我走一趟。梁平点头。等到了十里镇，你就和小程去李老板那，阻止人对李老板的店进行破坏。记住，不要伤人。明白。楚姐姐，那豆瓣酱和酒楼菜谱真不是袁家的吗？是啊，臭娘子，我们老板说了，如果你没办法证明这方子属于你，这件事儿就只能怪在你头上了。不过赔钱方面，我们老板倒是说可以帮你出一点。哎呀，楚娘子，您千万别生气啊！我没气，我与于老板非亲非故，他心里首位自然是自己的酒楼，这是人之常情。您没生气就好。明明前天自家老板还和楚娘子商量着要在县城开一家春晖楼，没想到今日就出了这样的事。于老板，我们也算老相识了，你这个人我也还是了解的。厨师偷用了我们东家祖传的菜谱这件事儿，你应该不知情，所以你也不用额外赔偿我们，只需把这段时间你们用祖传菜谱赚的钱还我们就成。当然啦，你们得对外承诺，再也不会用我们东家的祖传菜谱做菜。真是真假全靠一张嘴啊！你说这新菜谱是你们袁家的，那就是你们袁家的呀？那是不是只要是个人弄出一点新鲜玩意儿，那都是你们袁家的呀？于老板，你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哼，谁不知道那楚氏楚清歌是我们东家已故妹妹的女儿，她出嫁的时候因顾去老太爷的偏爱，不仅偷拿走了袁家一半产业，连祖传的秘方也偷拿了去。我们东家顾念亲情，想着对方是自己唯一的妹妹，这才没有计较追回。可哪知他是所嫁非人，自己被害死不说，方子留在了异姓人的手里。谁说春晖楼的新菜谱是袁家的祖传菜谱？我可没听我娘说袁家祖上有过厨子。你是谁呀？我是谁？我是楚清歌呀。怎么一段时间没来十里镇，大家都不认识了？你是楚清歌？你怎么可能是楚清歌呀？不是说袁真真的女儿是一个丑肥婆吗？这哪里丑哪里肥了？哎，难道她减肥了？那她减的也太好了吧！二楼带着迷离暗中观察的袁英英也是差点说不出话来。娘，她怎么瘦了这么多，还变得如此好看？这真的是楚清歌？毛氏也是震惊异常，一样的姿态，一样的眉眼，一样的言谈带笑，一样的临危不惧，好似世间的一切都难不倒他们。可过去的袁氏是因为袁老太爷的宠爱，和他本身是袁家生意的主宰，掌握了太多人的生计，他才有那样的掌事者气势。楚清歌算什么？他不就是个被柳氏养废了的蠢货吗？上次来袁家打秋风，怂得跟猪一样，半点袁氏的影子都没有。怎么现在？她不是袁真真，她长得再像袁真真，那也不是袁真真。何况袁真真那么厉害，不也还是被人给害死了？楚清歌只是外貌像她而已，不足为虑。楚氏，赵忠祥冷笑道：嘿嘿嘿，既然你来了，那就不用我们再派人走一趟了。现在就把方子和菜谱都交出来吧，别再继续欺骗人家于老板了。楚娘子，你赶紧证明这方子是你的呀！赵掌柜，听说你也是袁家的老人了，不知你是否清楚，你现在手里管着的2家酒楼是谁开的？袁家如今所有的财富又是怎么来的？楚氏，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肯定是听你娘吹嘘了自己的过去才有这些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和方子菜谱的事儿无关，但你要说，那咱们就论道。总有谣言说袁家的生意是靠当初的袁家大小姐做起来的，可袁家大小姐不过是一介女流，如何能做这么多生意啊？还每样生意都做得很好呢。所以真实的情况是，袁大小姐当初掺和生意完全是顾去的袁老太爷，想给她做一个善经营的名声。
这才把他自己和我们东家年轻时想的好点子都落在了他身上。什么嫁妆全是他自己挣的，哎呦，完全就是胡扯啊！哼，他的嫁妆全是袁家给的，我们东家也是为了保住他的好名声，才不解释这些，任由外人说的无情。在妹妹死后就抢回了嫁妆，可自己的妹妹苏家非人，早早去了，难不成我们东家还要留着这些钱便宜害死他的外人吗？